寂静的小山村，一个破落的小院子里突然发出一声悲惨的哭嚎。相隔不远的左邻右舍听到了，纷纷跑出了屋子，向院外张望。待确定是黎麦家发出的声音后，众人拔腿朝那个方向跑了过去。当他们推开破木门，看到昏暗屋内的情况时，几个村民傻眼了，一个死不瞑目，一个被吓晕又磕碰死。这祖孙俩死得有些惨呐。我去喊组长。哎呦，作孽呀！他撕了截自己裙摆，想将黎麦留下的后脑包裹一下，就见黎麦突然间睁开了眼睛，正死死瞪向他。哎呀，娘啊！哎呦！鬼！黎万春媳妇儿吓得眼睛一翻，晕死过去。这不是我的手！王八蛋！只见黎麦眼前一黑，再次昏死过去。哎呦，好像黎麦没死，快，谁去喊一下孟大夫？我已经让黎东去请了。等黎麦再次醒过来，这具身体不是我的，我穿越重生在了别人的身体里。哎呦，黎麦，你可算醒了，你没事太好了，来，赶紧起来，有人带着喜轿来接你去成亲，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婶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可怜的孩子，你奶没了，你回来看到后被吓得晕倒了，结果不巧头碰在了木墩子上，磕破了后脑袋瓜，流了很多血。是孟大夫来了才给你止了血，包扎了伤口。我奶呢？你昏迷了3天，族长安排村人把你奶下葬了。阴阳先生来看过，说你奶3日内必须要下葬。他是寻短见的，留在家里时间长了对你不好。他不下葬，你醒不过来。唉，真是造孽呀！黎麦听完眼睛红了，心也有些痛。墓地在哪儿？我能去祭拜一下我奶奶吗？能是能，只是黎麦呀，院子里来了个隔壁村的媒婆，还带着一个喜轿，说是来接你去成亲的。怎么可能？我奶不可能会卖我的。是真的，那媒婆拿着你奶的信物，还有你奶案的手印儿，还有你奶的手书，说是你奶亲手写的。你奶识字儿你知道的吧？咋样？头晕不？要不婶子扶着你？没事儿，谢谢婶子。族长，我这可不是诈唬人，这婚书是真的，看看，是府衙盖过官印的。这是黎三婶前几日托人找到我，让我帮他家黎麦寻一门合适的亲事。他要求的就是婆家人不错，善良，不愁吃穿，哪怕人丑点儿，大个几岁也不怕。为此啊，他还愿意出2两银子做嫁妆，还给我1两做媒人礼。哎呀，我也是看在这1两银子的份上，才去帮他跑的。事儿我给办成了，过来跟他说他同意了，才签下这婚书的。你胡扯，我三婶不可能是那样的人。哎呀，你个黎族长，就别和我犟嘴了。你去把黎麦姑娘请出来，我自己跟她说。她奶奶还有话让我与她说。我奶让你跟我说什么？哎呦，你这姑娘可算是出来了，你再不出来，我要被你们族长的口水喷死了。哎呦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姑娘定给了那个摊子。早知道这姑娘这么漂亮，就留给老小当媳妇儿了。但现在已经晚了，黎麦和周全的婚书官府也已经批了，没办法反悔。我奶让你和我说什么？他说啊，他给你准备的东西在你藏钱的地方放着，让你带上嫁去夫家好好过日子，让你要孝敬公婆，友爱家里人，也要和夫婿和睦相处。这些是他最后的心愿。
希望啊，你能听他的安排，别让他走得不安心。黎麦的眼睛有些红，这样对孙女的老太太怎么可能会害她呢？如今既已知道奶奶的临终遗愿是想让孙女嫁人，过个安稳日子，那就嫁吧。春婶儿，一会儿我走后，麻烦您帮我把屋子和院子锁了吧。好，可怜的孩子，以后黎家村就是你的娘家，嫁过去那边也不怕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捎话回来，咱们这些叔婶子们过去给你做主。就是啊，黎麦丫头，既然这事情没法改变，那你安心嫁过去。你奶虽然走了，但你还有黎氏这个母族，我们都是你的靠山。是，谢谢族长叔。能等我一炷香的时间吗？我想去给奶奶磕个头。行，去吧。婶子给你们算过，你们拜堂的吉时在酉时，来得及。黎东，你带我去一趟我奶的坟地。黎东点点头，跟着黎麦往外走。老大，你真的要嫁去周家村啊？你1个月内别去危险的地方，要注意安全，小心点儿，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小命。老大，莫非你脑瓜子摔了一下，还摔出了新本事，成大仙了？知道我将有危险啊？少废话，听我的就对了。我夫君叫周全，你以后有事儿去周家村问周全家。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。说完就继续往上走。老大，就是这里。黎麦跪在坟前，看着连个碑都没有的坟堆，轻轻唤了一声奶奶，随后泣不成声落下泪来。这一刻，他能明确感受到来自这具身体的悲伤。哭了良久以后，黎麦磕了3个头，才站起身来。走吧，1个月内你别再来这座山上了。恭喜三哥，贺喜三嫂子，这媳妇儿啊，我可就给你们娶回来了。好，辛苦弟妹了。哎呦，不辛苦不辛苦啊，这孩子可是个好孩子，你们要好好对待啊。那是自然。小林、小磊，快抬着你哥哥过去踢轿门，接新娘子下轿啦。从进入屋内以后，黎麦就敏感地闻到一股子药味儿。看来这个周全应该是瘫子，行动不便，需要人抬着。这难道真是原主的奶奶去世前给原主定下的亲事？难道奶奶不知道她给孙女定下的孙女婿是个瘫子？这样一个根本不像喜嫁娘子的新娘，你让她究竟是从哪里找来的？总不会是强迫了人家娶回来的吧？我知道盖着盖头你不能说话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点头或者摇头，我再决定这个盖头掀不掀。这个声音有些温柔，有些伤感。难道他其实不想娶妻，是被家人逼迫的？他下意识点点头。你是自愿嫁过来的吗？黎麦点头。你可知道你将要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黎麦闻声点头。我家日子也不好过，之前给你家的那聘礼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，现在你嫁给我，你可能要跟着我吃苦受罪，你还愿意跟我继续成亲吗？我人都在这儿了，你还问这种问题，是不是有点矫情了？他猜不透这男人问这话是因为考验他才问的，还是有其他目的。但黎麦觉得他家即便再差，能比自家还差吗？想到此处，黎麦再次点头。随即哗的一下，黎麦只觉头上一松，那个红盖头总算是被拿走了。慢慢抬头看向眼前这个男人，这一瞬间他愣住了。男子面如冠玉，白皙俊朗，浓眉星目，气质绝尘。这个男人怎么那么像末世那个失踪的老师呢？以前的老师变成自己丈夫了，还成了个瘫子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周全看到黎麦的第一眼，也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。他本以为新娘子只是个为了钱被家人舍弃的姑娘，却没有想到她的长相超乎他所有的想象。你是黎麦？你是周全？是我，你的夫君。还没拜堂，不算夫君吧？
他会不会嫌弃自己呀？自己要不要主动说一下腿的事情呢？如果自己以前的异能都在，空间中的灵泉也在的话就好了，可以让他用灵泉水经常泡澡，看看配合异能能否将腿治好了。想到空间，黎麦心念一动，闭眼凝神感觉空间的存在，却没想到他用意念感念空间存在的时候，突然脑中一阵刺痛，他的身子晃了一下，差点晕倒了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刚才摇晃了一下，似乎是差点晕倒，是不是饿了？啊，不饿，是有些饿了。你等等，我去喊娘给你送些吃的来。大哥，娘让我给你和大嫂送了些吃的过来。进来吧。只听吱呀一声，周桃推门进来，先看自家大哥一眼，见大哥脸上淡笑着，心里便就稳妥了。大哥对这位新嫂子应该是满意的。啊，不会吧，大嫂这么好看的吗？娘啊，大哥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他一个摊子竟然还遇到了这么好看的媳妇儿。呸呸呸，不能嫌弃大哥是摊子，一定是老天爷派大嫂来拯救大哥的。大嫂，这是娘让我给你和大哥送来的和气饺子，你们吃一点，一会儿就该去拜堂了。谢谢。她叫周桃，是我的二妹。在我之上，我还有一个大姐，下面还有2个弟弟，我家兄妹5个。哦，谢谢桃儿妹妹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？不要不要，你和大哥吃就好。那我回去了，再见大嫂。听到大嫂喊自己桃儿妹妹，周桃很是开心，冲黎麦挥了挥手，开心的走了。小桃，怎么样？你大嫂长啥样啊？是啊，二姐，大嫂长得好看吗？你个吃馒头先剥皮吃的臭小子，找媳妇儿要什么好看啊？性子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小桃，你大嫂看着高兴吗？有没有嫌弃你大哥的样子？姑姑，我的新娘看着会打孩子吗？大嫂很好，还冲我笑，还喊我桃儿。她和大哥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。而且大嫂长得很好看，比咱村那个最好的菊花都好看。啊，还有猪猪，那是你的爹的新娘，不是你的，你应该叫娘。你放心，你娘看着性子很好，不会打孩子。哇，那就是大嫂长得比大哥还好看了。那这样看来，你大嫂果然是个好的。哇，那就好。奶奶，晚上我要和爹娘一起睡觉觉。但是娘，大嫂看着应该是被匆忙间带上轿子的，穿的衣服也很旧，还有补丁，而且头也没人给梳，脸上也有点脏，看着有些可怜。娘那时候也看出来她的衣服有些旧了。小桃，你柜子里是不是还有一块桃粉色碎花的细棉布啊？你晚上晚睡会儿，和娘一起给你大嫂做一身裙子，让她明日起来有个换的衣服。等下次你二哥再去镇子上时，娘再让你二哥给你新买一块料子，你看行不？行，娘，我这就去拿。等大嫂和大哥拜完堂，我们就做。老二老三，你们俩一会儿再去房后的树林里多捡些柴火，等晚饭后咱们烧一锅热水，让你大哥大嫂晚上能洗个热水澡。哎，好嘞，娘，马上就去。你也别杵着，去把老族长和几位叔伯请来，再有一会儿就要拜堂了，得有长辈来证婚呢。我去准备几个菜，晚上我们也摆2桌，请这些关系近的邻居和长辈们。奶奶，那猪猪做什么？你呀，跟奶奶走，给奶奶包花生去啊。谢谢。周全看了一眼那盘饺子不算多，似乎也不打算吃了，都给他留着。黎麦诧异的看向他，你不吃？桃儿不是说是和气饺子吗？吃吧。见黎麦低头去吃，他再夹起一个饺子吃起来。周全吃了3个就没再吃了。黎麦看向他，他摇了摇头。你吃吧，我不太饿。黎麦此刻也确实是饿了，
就没再跟他客气，低头吃着。给我你的手。黎麦吃饱了，此刻心情也好，打算先给周旋探探脉，看看他身体情况如何。周旋诧异了，小妻子还会医术吗？他把手伸了过去，就被黎麦握住。你的身体很虚弱，如果你每天再不好好吃饭的话，你活不过1年。人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儿就是能活着，活着才有无限可能，若死了，连什么可能都没了。比起能活着，腿不能走路也不算什么，何况你这应该是最近2、3年的事儿吧？我记得婚书上写着你才22岁，好好活着，你的余生很长，还有机会去治愈你的腿。曾经我见过双腿都没了的人，还能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心中的信念活下去，还活得很好。他还娶妻生子，还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业。他从一个人生失意者活成人生赢家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崇拜和追随。但你比他幸运，你的双腿还在，你还有机会站起来。周全怔怔地看向黎麦，听他说的那些话，他的心中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般，浑身好像渐渐多出一些无形的力量。我还有站起来的机会。只要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保证1年内你肯定能站起来。1年内，好，我相信你。虽只是初次见面的新婚妻子，但他能感受到黎麦的真诚，他愿意相信他。想来他家里人在他面前应该是避讳着他的腿病的，不然他不可能对站起来这么没自信，甚至生出了不想继续活下去连累家里人的想法来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将要嫁给我的？今天中午。那这亲事并不是你自己同意的。你不知道我家的情况？我只知道我娘用出事时给我赔偿的10两银子做聘礼，给我定了个亲事。我原本对亲事并没有什么奢望，所以也并没有问过具体的情况。我总觉得谁嫁给我都是害了人家姑娘，想让我娘放弃。可是我娘不听我的，前段时间我大病了一场，我娘估计是怕我哪天突然没了，就想着给我定个媳妇儿冲冲喜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也可能是巧合，也可能是缘分吧。我家比较特殊一些，我没有爹娘，只跟着爷奶长大。几年前我爷爷去世后，我是跟着奶奶过日子的。平时我靠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上山挖药草赚钱和奶奶生活。奶奶可能是觉得我辛苦，怕耽误我的青春年华，才生了轻生的念头。但我竟然没发现，更没发现她走之前给我定了一门亲事。3日前，我中午回家时，奶奶走了，是吃药走的。我回去时，她的嘴边还有白沫子。全听得心里一疼，原来如此呀。他就说呢，如此好的一个姑娘，怎么会轮到自己这个摊子娶呢？后来我晕倒了，没想到一晕就是3天。今天中午醒来，邻居婶子才告知我，奶奶已经被族长带着大家下葬了。因为我奶奶寻短见走的，阴阳先生说对我不利，他不下葬，我醒不过来。所以今日上午，他们帮我安葬了我奶奶。等我醒来时，媒婆正好上门了，我才知道我奶奶之前为我做了多少事。我在上轿前先去给奶奶磕头后，才回去上了花轿的。我以为我家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，所以才会在今日我奶奶下葬后安排轿子去接我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娘和爹估计也不知道，知道的话他们这几人肯定会亲自过去的。我记得婚书是4日前送过来的，说是办成了，也在官府盖了大印的。看来是媒婆婶子两边瞒着了吧。他盘膝坐于炕上，闭上眼睛，凝神查看空间里的情况。如果自己异能还在，一个治愈系异能很快便能帮他治疗好了，但如果没有，
自己没有灵力，异能也是使不出来的。好在如今有灵泉在，就先用灵泉帮助他恢复身体机能，让他的身体健康起来，再寻找机会吧。想清楚，他睁开了眼睛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是听到我家这么穷，还没有家人了，不想跟我继续成亲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你家是这样的情况，之前我应该问清楚的，现在反而觉得嫁给我有些委屈你了。我这样的情况给不了你正常男人能给你的幸福。我想过了，我的腿治好之前，我还是去和二弟一起睡吧，给你留个清白名声。万一哪日你想离开，我会给你放弃书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爹娘和你家人的感受？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分房睡的，又会对我如何看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出去了会被村里人如何谈论？啊？在不在一个房里的我无所谓，倒是我觉得，为了让你家里人不担心你，最好不要分房吧。你自己不都也说了吗？你无法对我做什么，还用担心我的清白名声吗？我从知道有这么个婚事，决定尊重奶奶最后的心愿嫁过来时，就想到了任何的可能。所以，至少3年内，我不会离开这个家里，或者你身边。以后的事情，等你站起来以后再说。谢谢。9时正，与周全举行了拜堂礼。哎呀，小群，这本来该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呀！可惜呀，老天不公啊！唉，这谁说不是呢？咱们还以为小泉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没想到还能有这么个好妻命。是呢，小泉，你可要对这个媳妇儿好一点啊，不然这个要是跑了，你家可就成人财两空了。是，大爷爷、二爷爷、五爷爷，我会对她好的。娘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说点事。怎么了？可是媳妇儿提什么要求了？不是，我跟她说了一会儿话，问了一下她家的情况。娘对她家的情况了解吗？知道。她没有爹娘，只有一个60多岁的奶奶。我还想着等你们成亲后，就让小林去把她奶奶也接来，跟我们一起过，也好照顾。娘不知道她奶奶过世的消息吗？什么？她奶奶没了？什么时候？你周婶子没说呀？3日前，与我们的婚书成了的第2日，喝了药，寻了短见的。我估计她是和周婶子说好的，不让我们知道。估计她奶奶是不想拖累她，而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婚约。她奶奶出事那日，她就没扛住昏迷了，今日中午才醒来。但是阴阳说她奶奶不下葬，她醒不来。他们离世的族长就带着村里人帮着把她奶奶在今日上午下葬了。这事儿我们竟然不知道。估计是李麦的奶奶求了周婶子回来别说的，怕我们会因此嫌弃李麦。这怎么可能嫌弃呢？我们知道了，应该过去帮一把的。那小麦昏迷了这3天起来，应该是没吃东西的。我们还给他直接吃了饺子，会不会肚子不舒服呀？哎呀，我们怎么就提前什么都不知道呢？早晨你周婶子来问我，说她推断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问我要不要去把新媳妇儿给迎回来。我就想着让她去试试，毕竟小麦也19了，那边也只有一个老人。娘觉得她早一日回来我们家早好，就同意了。当时娘也是想着能接回来，今日就给你们成亲；接不回来，就改日娘跟着你婶子再去一趟。谢谢娘，她倒是没说有什么不舒服。既然接回来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以后我们对她好一点，等改日，我再陪她去给她奶奶上个坟。就头七那日吧，娘做一下准备，咱们全家人都去。好。那就麻烦娘做一下准备了。不麻烦，只要你们2口子以后能好好的，娘再辛苦点儿也值得啊！你笑我什么？娘啊，姑姑说你是我娘，娘，
你长得真好看，和猪猪和爹爹一样好看。桃儿，你大哥以前成过亲？黎麦不敢置信，这不会是自己上辈子做的大好事，积成大德了吧？如今不但是死后穿越重生了，还有了一个和以前崇拜老师长得7、8分相似的相公。虽是个残次品，但人挺善良的。如今又可以无痛当娘了。一想到以后可以欢乐养包子，黎麦瞬间觉得这个亲成的好啊，成的妙啊。没有，猪猪是大哥工友家的孩子，那年出事，很多人受难了，他爹娘就是其中2个。大哥还算是幸运的，活了下来。猪猪不是爹爹生的，娘，你喜欢猪猪吗？当然喜欢啊，猪猪这么可爱，跟娘说说，猪猪平时最喜欢做什么呀？捉虫子给芦花吃，它会给猪猪下蛋蛋。哇，猪猪好棒啊，还能养活一只芦花鸡。娘，奶奶家有3只芦花。哦，那猪猪每天不得抓很多虫子啊？大嫂放心，猪猪虽然记在了大哥名下，但他基本都是我和娘在带，以后也不会让他过多麻烦你的。没事儿，既然以后她也是我的女儿，我也有责任带好她，教育好她的。何况再过几年你也要出嫁的吧？老天爷，让大哥快快好起来吧！能遇到这么好的大嫂，是大哥的福分啊！如果他再不好起来，最后留不住大嫂怎么办？晚饭后不久，周全又被周林和周磊抬着送了回来。临回来之前，他们先按照惯例先送哥哥去趟茅房。周桃一见大哥回来，笑眯眯抱起猪猪，说了句大哥大嫂早些休息，就赶紧跟着周林周磊一起跑了。那边吃饭时是不是人挺多啊？我还听到了几个孩子的声音。咱们家东边的有根叔一家，有财叔一家，还有前院的旺财叔一家，和西边的林财叔一家。这些啊，也都是我们周氏的本家，跟爹是一个太爷爷。刚才婶子们还说要看看你呢，被娘拦下了，说你已经休息了。不过明日，他们应该会借着串门子来看你。我知道了。娘说给烧了一锅水，一会儿呀会帮着送过来，让你洗一洗。哦，行。很快，赵氏带2个儿子过来敲门，周全应了一声。他们进来之后放下一个浴桶，兄弟俩又提好几趟水，把浴桶弄得热气腾腾的，随后就麻溜走了。要不你先洗？我先睡会儿，你先洗吧。哎，灯里没油了吗？不是，我吹灭了。哦，他确实挺聪明的。周全不敢动，就静静地凝神听着屋内2个人的清浅呼吸声和他动时水发出的哗哗声。突然间，他感觉这样过一辈子也很美好。对了，当初你带猪猪回来时是办了领养手续的吧？领养手续？就是猪猪还有没有别的亲人？你临走时可有人同意？你可办了文书，按了手印再带他回来？或者说，猪猪如今在我们家是有户籍和身份牌的吗？哦，当时没办文书什么的，猪猪也再没亲人了。不过回来后，爹去咱们上属的镇府衙给猪猪记了名，她如今是在我名下，长女周珍珠。哦，那就好。我还担心我们把猪猪养大了，他家的亲戚又来要人。我很喜欢猪猪，我们好好培养他，把他养大。谢谢。你不介意我有一个养女的事？猪猪那么可爱，我怎么会嫌弃他？你这样我都没嫌弃你。他真好。突然一声大一些的水声响起，黎麦站起身来，弯腰从凳子上拿了件里衣，准备穿衣服。水还是热的，可以让他趁热洗一洗。这里边加灵泉水了，没准他洗一洗也会对身体好一些。你是不是不洗了？水还热着，你要不要洗一洗？还是要换水？不用换，就用你的吧，我不嫌弃你。
对了，你来时好像没带衣服吧？你过去打开躺柜，里面有我的中衣，那套白色的我只穿了一次，你先穿那套。你的衣服脏了吧？洗一洗再穿。他既然遭遇这样的事情，应该是好几日没洗漱没换衣服的。李麦本想拒绝，但转念想了想，刚才脱那个衣服有些汗味了，他确实不想再穿上，因此应下了。好。李麦披上外衣，过去点了灯，打开靠着后墙放的躺柜里翻看一下，有一套新一些的白色中衣，他拿了出来，又过去吹了灯，摸黑穿上了。他将里面带子系好之后，又把外面腰带系好了，才再次过去点灯。好了，你过来，我帮你。我不用进去了，就你帮我把布巾打湿，我擦一下就好。不行，你的腿需要泡一泡热水澡。快点过来脱衣服，我有办法帮你进去。相信你自己，可以的。我发现你手劲儿很大，只要你努力，肯定能过去。哎呀，快点儿，要不水凉了就浪费这一桶水了。外袍脱掉，中医却是犹豫了。怎么啦？怕我看你啊？不是，你是我妻子，自然是可以看的。黎曼没再盯他看，转身去躺柜里帮他拿了一身浅灰色中衣出来，放在炕沿上，一会儿方便递给他。周全脱的只剩一条蟹裤，用双手撑着到炕沿边，看向黎曼。挪到那里，一手扶着躺柜，一手扶着我，往浴桶那边挪。双腿没感觉就不管了，你双手用力即可。好了，你可以把蟹裤脱去，好好泡一泡了。我去休息一会儿，你洗完我再帮你出来。他下意识抬头转身看向黎麦，就发现黎麦正仰躺在炕上活动胳膊腿儿，像猴子爬山似的来回倒腾手脚。他转过头来轻笑一下，低头解开蟹裤的腰带，把蟹裤脱下，开始搓洗按压腿和脚来。为了以后能给黎麦一个正常的夫妻生活，周全决定好好将养身体，尽快能站起来，能走路，能抱起他。黎麦活动了一会儿，感觉浑身更有力气了，坐起身，看向周全露在浴桶外的肩膀，突然坏心眼地说了一句：夫君，需要我为你擦背吗？不用了。要不吹了灯，我帮你擦一下后背。你应该很久没洗了吧？周全想拒绝，可拒绝的话这次没有说出口，他心里又下意识觉得这样做是可以的。黎麦也没动，就等他的回应。良久，周全似乎自己和自己商量好了，才低低嗯了一声。黎麦抿嘴偷笑一下，这男人其实还挺可爱的，也真是奇葩了。别人家新婚夜是洞房花烛夜，而他的新婚之夜呢，却是伺候男人洗澡。热呀，好像碰哪儿都热。麻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他感觉双手有些麻了。痒，除腰部以下感觉不到痒之外，全身不管哪里都有种痒痒的感觉。好了，你腿和脚洗好了吗？要起来吗？好了，可是要怎么出来啊？我压着浴桶一边，你一手去抓躺柜，一手扶着浴桶，尽量站起来。即便腿上没劲儿，也要靠着浴桶让自己起来一些，然后撑着柜子和浴桶往外面的凳子上坐，试试看行不行？周全试过2次，但是不行，他站不起身，腿上一点劲儿使不上，两只胳膊用力也撑不起身体从浴桶里出来。算了，给，把你的旧衣服围在腰间，我背你直接出来。不行，你帮我去喊2弟和3弟过来一下吧。这么晚，他们没准都休息了。哎呀，快点按我说的做，我能背动你。我还背过黎东，他比你还重一些。你这么瘦。娘，要不我过去看看？我大嫂肯定没办法帮大哥洗澡，别看大哥手也挺重的，大嫂肯定看不动他。放心吧，你大哥大嫂都是聪明人，他们知道怎么洗澡。莫非以后他们2口子关起门来的事，你都要去帮啊？娘，您说什么呢？真是为老不尊。这算了，我还是回去睡觉吧。明儿师傅要带着我们去黎家村做工去呢。说完，周林一跺脚，拉了兄弟周磊一块睡觉去了。这个臭小子，
本事学多了，脾气也大了。本来赵氏打算给黎麦用周桃的料子做一身桃红色的裙子，新媳妇儿嘛，得穿得喜庆一些，等亲家老太太过来看了也高兴不是？谁知晚上听到周全的话以后，才知道黎家出这么大事情。如今这全粉色裙子定是不能做了，他干脆拿出一块自己压箱底儿的蓝色碎花棉布，和周桃拿的桃粉色棉布搭配裁剪一下，给黎麦做一身配色裙子。这样一来啊，正好也给周桃搭配做一身新裙子。两人裙子剩的布料啊，还能给猪猪拼凑一条拼色裙子呢。醒了。什么时辰了？辰时，还早。你不再睡会儿了吗？小麦，等等，我看看你的伤口。黎麦转头看他一眼，又默默爬向周全身边，低下头拨开头发给他看。伤口不小呢，有个地方渗出来点血，应该是睡觉压到了。要不一会儿让娘去请一下村子里的大夫吧。不用，我有药粉，我们村里的孟大夫给留下的，你帮我撒在出血的地方就好。黎麦说完，过去躺柜上抱起自己那个木盒子回来，坐在周全面前打开了箱子。这是你的吧？当初我们工厂上出事，死了10个人，伤了5个。死了的，东家每个人赔了50两，伤的，每个人赔10两。哦，那猪猪的爹娘呢？没给赔钱吗？赔了，100两都给了，不过被他家族里的族长拿走了。据说那族长是猪猪爹的堂伯，对方没给猪猪留1文钱，还说猪猪不是他们族的孩子，当着东家的面说了，不认他家有猪猪这么个孩子。这也是为何他看猪猪可怜，最后才决定带他回来的。那个时候才1岁的孩子，族里不要，他若是不管，孩子迟早会饿死的，或者被人卖掉。那族长也就是看中了猪猪小，没人给他做主，为了那100两才那样的。主要也是因为猪猪的娘并没有被他爹上在族里的族谱上，族谱上也没有猪猪的名字。他们是在工厂上认识后成了亲的，猪猪爹也没带他娘回去过。他娘是个孤苦的女子，也没家人。他们成亲时都是工厂上的工友们一起凑的热闹。工厂出事后，他们族里倒是知道的挺快，来要了钱就走了。当时我伤着，其他人也不愿意为一个1岁的孩子出头，最后就成这样了。那这个钱要不还给你？你收好，这是给你的，你自己安排用就好，家里过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。这个钱啊，娘一直没有动过，我们也一直生活过来了。周旋伸手压在黎麦的手上，又把钱袋子给他按进箱子里。黎麦看他一眼，笑了笑，也没再坚持。算了，以后需要再拿出来吧，此刻没那个必要跟他犟。你帮我喊一下小林和小磊来，你的东西也放进躺柜里吧。柜上的木盒子里有锁，躺柜上你也可以上锁，钥匙自己带着。黎麦嗯了一声，下地将木箱子放进躺柜里，挪点地方，就放在最下面，上面又把周全的衣服和一些东西放了上去。盖上柜盖，黎麦却没锁，转身就出去了。他感觉没那个必要锁，周全整天都在家里待着，若是锁了，就像在防他一般，这样会让周全心里不舒服吧。黎麦不知道兄弟俩住哪屋，只能先去敲西屋的门了。谁知刚准备敲门，门却开了，周老爹走出来。爹，早上好。好，起这么早啊？你娘和桃儿才睡下不久，你有事儿啊？是相公他让我帮喊一下2个弟弟。黎麦心中好奇，婆婆跟小姑子为何快天亮才睡呀？哦，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再睡去吧，时辰还早，我去喊那2个小子。周老爹说完，背着手往东房去了。大嫂早。大嫂早。2个人很默契，去柜子边上将往常抬周全那个椅子搬过来，放在炕上，再一起用力把周全抱在椅子上，抬起就吭哧吭哧往外走。既然婆婆跟小姑子睡这么晚，
那他就自己去做早饭吧。当周旋上完茅厕，被两个弟弟抬回正屋前，正好看到黎麦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就把我放在院子里吧，晒晒太阳。你们要是困，再回去睡会儿吧。大哥，大嫂会做饭啊。大哥，大嫂昨晚是怎么把你搬到浴桶里的？问什么问啊？赶紧给你大哥打水，帮着他洗漱一下。我们的米粮放在哪里？上晌你们一般吃什么？早上娘啊，一般就是熬粥，烙点饼子。周磊，带你大嫂去粮房，看看她需要什么。大嫂，这个里边是荠米，这个里边是放白米的，这个里边是玉米，这边的第一个里边是白面，第二个里边是玉米面，第三个里面是高粱面，这些是娘平时做饭用到的。还有这几个小坛子里，这个是绿豆，这个里面是豇豆，这里边是黑豆，这里边是白绿豆，这个里边是芝麻，那个是粟米，这些都是咱家地里种出来的，不多，每年爹娘都是留着自家吃的。至于架子上那些，那都是去年留下的种子，今年种完剩下的。黎麦点头，周家这粮房倒是很丰富的，看来周家日子在村里过得还是很不错的。只不过当黎麦拿盆过来打算挖面做饼子时，打开瓮盖之后，才发现每个里面东西几乎都见底儿了。白面那个瓮里更是已经见底儿了，几乎是连一碗都挖不出来，看着应该吃不了几天了。想来是秋收以后，这缸里和瓮里会储满1年的粮食，但到第2年秋收之前，粮食就快吃完了。如今是6月，就是快到粮食吃完的阶段了。这个阶段，他记得以前听老师说起过，古人称为青黄不接的时候。但一家人的早餐还是要做的。麦想了想，决定按照他们以往的饮食习惯熬粥、烙饼子。不知以往周家熬的什么粥，黎麦挖出1勺绿豆，又挖一点玉米，之后就是粟米和稷米各挖了一点，再将大米也挖了一点点。回到厨房，找出捣东西那个石对子，用石锤将绿豆捣成绿豆碎，玉米也捣成玉米碎，这样熬粥能快一点。这些最后凑了半碗，他一起倒进开了水的锅中熬煮着，再去挖玉米面和高粱面结合在一起，凑了1碗多一点，准备回去烙饼子。看到厨房里有鸡蛋，他打1颗进面里，又把一边放的昨日剩的半碗油倒进去一些，再用温水和面。大嫂，咱家有黑糖和白糖，要吗？有葱吗？给我拿1颗葱就行，不要糖。这个有。周磊麻溜去往东墙边靠近大门附近那块地里把颗葱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等粥熬好了以后，他出来院子溜达一圈，看到院子里只有周全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仰头看向天空发呆。黎麦回到厨房里，往里边走了走，拿了个碗，一个意念进入空间，直奔灵泉水旁，先舀1碗水自己喝了。哇，真甘甜呐！他舒爽呼出一口气，又舀出半碗来，一个意念走出空间，端着碗直接去往院中，走向周全。刚才一直看着我，是不是渴了？谢谢，确实有些渴了。喝完，周全吧唧一下嘴，好像今早的水特别甜呐，是因为他亲自递给自己的吗？你会做饭啊？我奶奶教我的，有时候都是我做饭。你坐在外面冷不冷？早晨还是不如上午热。不冷，外面比屋内清爽一些。我有时候会在外面晒一晒太阳。挺好的，多晒太阳是对的。西房内，周林、周磊兄弟2个趴在门缝上偷看院子里大哥大嫂相处的场面，嘴角弯起，真好。大哥以前可不这样轻声细语和他们聊天呢，如今却没话找话跟大嫂聊天。看来不是因为受伤了心情不好，不想同人说话，而是分人呐。大屋内的门边，周老爹也趴在门缝上看院中2人相处的画面，露出一副老父亲般的笑容。真好啊，看儿子那副傻样子，是喜欢这个媳妇儿的，那就好。
只要儿子喜欢，他们以后都会好好对儿媳妇儿。只要他不嫌弃儿子不离开，那就行了。爷爷，你在看什么？看你爹和你娘说话的样子。嘿嘿嘿，猪猪啊，你现在可不能出去打搅他们啊！等一会儿吃完饭，你再去送衣服，这是你奶奶睡觉前交代的。好吧。黎麦跟周全说了会儿话，就回去厨房里看稀粥去了。嫂，我来就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昨晚睡得晚了，午饭我来做，早饭辛苦你了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娘是熬夜了吗？怎么眼睛那么红？一会儿用温热的布巾敷在眼睛上1炷香的时间，就会舒服一些了。如果眼睛发疼，就冷热交替各1刻钟，来交换几次敷眼睛，半个时辰后就会舒服了。好，娘听你的，吃完饭就去敷。娘，大嫂熬的这个稀粥好好喝。赵氏闻声点头，他也喝出来了。哎，大嫂，这饼子是加了葱吗？葱花饼，加了点盐，吃起来更好吃一些。这个是不同于你们往日吃的糖饼的味道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惯？很好吃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烙饼，原来叫葱花饼吗？你们喜欢吃，以后我们可以多做，咱家葱挺多的。这个可以的，葱我们院子里种着呢，管够我们一家人吃。娘，给你，这是奶奶和姑姑昨晚做的新衣服。昨日看到你的衣服有些旧了，正好咱家里还有2块料子，又逢你孝期，直接做桃粉的有些不好，直接做兰花的又太素净了，娘就决定给你做个拼色的，回去试试看合不合身，不合身娘一会儿改。谢谢娘和小桃。哎，谢什么，一家人不说谢，赶紧去试试吧。去吧，回屋去换去，我在这边等着看。黎麦点点头，抱起衣服走出去，回屋换去了。谢谢娘。谢什么呀，小泉，你这个媳妇儿可是个好的，一看就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你要好好对她。你行动不便，嘴上话甜一点，对她多关心一些。等今年收秋后，娘打算去镇上请个大夫来给你好好看看，万一运气好碰到个好大夫，没准儿你还能站起来呢。谢谢娘，不过不用去镇上请了，小麦他自己就会医术，他昨晚呀给儿子诊过脉了，说等他买一副银针回来，就帮着儿子扎针，试试看会不会好一点。什么？儿子，儿媳妇儿还会医术啊？昨晚他给我把脉，我才知道。不过呀，娘，估计他的医术也就是一些日常的，您还是不要去外面宣扬。咱们村也有大夫，小麦也不打算开诊堂，咱还是少给他惹些麻烦。放心，娘知道轻重，这治病可不是儿戏，万一别人找小麦，小麦又治不好人家的病，他会被骂的。娘俩刚说完，就见黎麦回来了，后面跟着周桃和猪猪。挺好看。娘，挺合身的，谢谢。您做衣服的手艺真好。还行，自家养了5个孩子，以前田里忙时都是抽空给他们做衣服，做得多了手艺还凑合吧。谢谢小桃，辛苦你们了。一会儿你和娘躺在炕上，我帮你们按摩眼睛，敷眼睛，一会儿你们的眼睛就不红了，也会舒服很多。真的？你洗完碗在锅里热点热水，不用爆开，温热一点就行。好。给赵氏按摩眼睛周围几个穴位，帮助赵氏眼睛周围肌肉放松一下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赵氏被按得很舒服，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。娘要是困了，可以睡一会儿。赵氏听到这话，就放松的睡着了。给赵氏按完以后，把热布巾敷上，然后给周桃按摩。大嫂，你太厉害了，按得真舒服。嫂子，你是跟谁学的？一个老中医。以前我奶奶身上不舒服时，我们又没有太多钱找大夫或者买药吃，老中医就教了我几个按摩穴位会让人舒服一些的动作。
再后来，我就自己琢磨。等黎麦给周桃也敷上热布巾之后，周桃也睡着了。猪猪，你平日间做些什么呀？可有什么想让娘陪你去做的事儿吗？我想娘抱着我去黑豆家串门子，可以吗？哦，为啥要让娘抱着你去黑豆家呢？前几天黑豆他娘抱着他在咱家大门外站着时，黑豆笑话猪猪没娘抱。猪猪想让黑豆知道猪猪也有娘，娘也会抱我。走，娘抱着你去买豆腐去。猪猪知道谁家卖豆腐吧？知道。娘，不去黑豆家给黑豆看吗？不去。笑话猪猪的黑豆娘不喜欢，我们不去他家。娘啊，抱着你去人更多的地方。明天开始，村里人就都会知道猪猪有娘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买豆腐。小麦，猪猪很重的，你一直抱着它，会有些重的。没事儿，我力气大，能抱得动猪猪。一会儿让小磊帮着再换一次热布巾，敷够半个时辰就好。让小磊带你们去吧，让爹回来给换布巾就好。行，那我出去院子里喊小磊带着我。你们要去哪里啊？爹，我带着猪猪去买豆腐，让小磊给我带个路，您回去屋内看着。时间到了，给娘和小桃换一下眼睛上的布巾。具体怎么做，周全会告诉您。行。卖豆腐的是周元家，住在村子南边，咱们家在村子北边。哦，周元是他家的孩子啊？周元比我大3岁，他家还养猪呢。听说做豆腐的豆腐渣都喂猪了，他家的猪也长得又肥又大。过年时，人家都买他家杀了猪的猪肉。咱们家过年也买了一块，过年的时候娘会给我们包肉饺子吃。那周元的爹娘与咱们家是本家吗？我要怎么称呼啊？叫婶子和大牛叔。周元的爹叫周大牛，不过他家与咱家是出了5福的，不算太近的关系了，平时也没有来往。而这个时候，黎麦将猪猪抱了起来，前面要过一段不平的路。猪猪被黎麦抱在怀里以后，突然发现被娘抱着走路，再看这周围的景色，比以往看的都好看，好像路边的树啊，也没有他以前以为那般那么高那么大了。周哥，跟嫂子去田里吗？是啊，小磊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我大嫂，她要去买豆腐，我给她带个路。黎麦冲对方点头示意一下，抱着孩子继续往前走。不是周全的命这么好，竟然娶了一个长得这么漂亮的媳妇儿。对呀，你看他还抱着周全那个不知道跟谁生的野种。哎，你说他家人不会骗着姑娘，孩子是帮亲戚家养的吧？哎呀，谁知道呢？哼，这两人一看就不识善类，怪不得周磊没给自己介绍一下这夫妻俩是谁呢。大嫂，别搭理他们，村里人总是爱在背后说别人家的事儿。他们是族长叔家的2儿子，叫周时周，和我们是同辈，比大哥大10来岁。这些村里人总是不相信咱们家说的这个孩子是大哥公有的孩子，他们总说是大哥在外面和别的女人鬼混生下带回来的。别因为别人的话而不开心，即便你不开心，也改变不了他们心里的想法，倒不如让自己开心点儿。至于猪猪的身份，大嫂信你大哥，他昨晚跟我说了。我听大嫂的。大嫂你好厉害，几句话就让我觉得以前我们都白白生气了。以前咱们家人跟人解释过好几次，可这村子里还是有人会那么说，如今竟然还在你背后说，估计一会儿碰到人还会有人那样说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还有，小磊，我们家的日子没必要跟别人一一去解释，别人想怎么说是他们的自由，我们也有选择不与这样的人往来的自由。周磊点头应下，他觉得大嫂这话说得很有道理。这不是周老三家的老五吗？哎，那个姑娘是谁啊？长得还挺好看啊。我听说啊，周媒婆昨天帮着周老三家的摊子周全娶回来一个媳妇儿，莫非就是这个？不会吧，长这么好看，
不会也是有什么毛病吧？我觉得很有可能，不然怎么会被家人嫁给一个摊子？会不会是被别人家下堂的，或者是作风有问题，才被嫁给一个摊子？走了几步，听到众人的话越发过分，黎麦再忍不下去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添油加醋以自己的猜测来说别人坏话，给人泼脏水的人，死后是要下拔舌地狱的。知道拔舌地狱是什么样的吗？2个大镊子把你的嘴唇上下扯开，拿一个1尺多长的大钳子伸到你的嘴里，嘶的一声，直接把你的舌头从嘴里拔出来。那场面很火爆的，舌头被拔出来的那一瞬间，还能带出一股血，噗的一声喷出去老远。据说拔得快的还能连肠子都拔出来呢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据说还是每天拔一次，拔了还用术法给你安回去，第2天再拔一次。你们想想，那得有多疼啊！你活着时说了别人多少句坏话，造了多少恶语业，就得拔多少回。各位婶子大叔们，不想死后那么惨，每天感受一回拔舌之痛，以后还是背后少教别人是非的好，不然容易不得好死。这一次，直到3人走了很远，身后再没听到一点声音。哼，欺软怕硬。大嫂，你好厉害呀！你不怕他们再说你坏话吗？怕他们？我刚才就不会那样说了。小磊，你记住，人善被人欺，你要是表现的不怕他们说，比他们还厉害，他们就会反过来怕你。我知道了。牛叔，还有豆腐吗？我大嫂过来买点豆腐。啊，有的，你们跟你婶子去称吧。其他有买好豆腐出来的，有正站在一边和大牛说着话的，借机打量着气派的院子。此刻一听黎麦是周全的媳妇儿，全都好奇看了过去。可惜了，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是小磊啊，这就是你大嫂啊。是啊，旺财婶子，昨日您过去没见到我大嫂？是呀，你娘宝贝着你大嫂呢，没让我们见。原来是这么一个妙人儿，倒是你大哥好福气了。旺财婶子口才了得，一句话一说完，屋内和门外几个人全都笑了。是个好姑娘，周全也是个好的，以前经常帮助村里人，只是运气不好，出去做工受了难，以后遇到个好大夫能治好的。我知道，谢谢大牛婶子，周全人很好，很善良，他的腿我会想办法给他治好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你要几文钱的豆腐啊？给我来10文的吧。大牛婶子应下，一刀切下去，称了一块上秤，正好。等黎麦几人回去时，路上已经不见人了。黎麦瞧着路都睡眼不少。黎麦回到家，赵氏跟周桃已经醒过来了。见到黎麦买回豆腐，赵氏无奈摇了摇头。你等等，娘给你拿钱，你买豆腐应该家里出钱的。不用的娘，我有钱。之前我自己挖草药卖钱攒了一些，还有您给的那10两也在。如果家里要用钱，您可以跟我说。哎，你的就是你自己的，不用拿出来给家里用，那是你们小两口的钱。这个家里用的钱我们会努力赚。小磊说你买了10文的。黎麦摆手不要。拿着吧，等万一家里没钱，娘知道你有，可以跟你借，这样行吧？黎麦感觉这行，便收下了。周全没在院子里，也不在大屋内，想来是回自己屋了。黎麦去院中水盆洗一下手，也回屋去了。猪猪跟周磊开心地围着赵氏、周老爹和周桃他们，讲起这趟出去他们所遇到的事儿。当听到黎麦说拔舌地狱去骂那些说周全和他坏话的人时啊，3个人一起忍不住爆笑起来。哎呦，咱家这个媳妇儿哦，太可以了，是个厉害的，挺好。以前赵氏就不赞成他们在外面表现太善良了，猪猪被人说成那副样子了，但周老贴拦着他，不让他和那帮人争执去。
说是怕坏了家里名声，周桃将来不好嫁人。如今儿媳倒是给自己长脸了，赵氏是真的开心呐。我大嫂做得好，那些人真的是嘴欠，不骂一顿还以为我们家人都好欺负。走吧，猪猪，跟姑姑去喂芦花。周桃开心，牵起猪猪的手去喂鸡去了。赵氏一听小桃带猪猪去喂鸡了，默默回头看了一眼，赶紧拉过老伴回屋躲着了。若猪猪发现少2只芦花，会不会哭鼻子呀？来了，出去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没发生什么事儿。大牛婶子和旺财婶子还都替你在我面前说好话，说你以前经常帮助村子里的人，说你是个好的。以前没出去做工前，在村子里碰到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事情，都会去帮。我是家里长子，与别人友善，也才能换来别人对我们家的家人友善，能不欺负我的弟弟妹妹们。李麦想想也对，这是一个大哥该有的样子呀。这家伙真挺好的。我给你把脉看看，上午肚子没有什么不舒服吧？他脱鞋上了炕，坐到周全身边，伸手搭在周全脉上。挺好的。我明天去一趟镇子上买一副银针回来，我就开始给你扎针活血。今晚开始用热水泡脚，我开始给你按摩腿上的肌肉。肌肉？不是，腿上这些位置的肉被称为肌肉，肌肤的那个肌，就是说这些肉只有健康了才能支撑你正常走路的。你不能走路的2年里，这些肌肉已经陷入了沉睡，现在我们要按摩它们，让它们醒来。我明白了，好，我一定配合你。好，那明日让小桃和小林陪你去。李麦一个人出去，周全很是不放心。小桃就行了，小林不是要去做工的吗？你还识字？我启蒙过，后来去镇上读书，钱不够了，读了1年就没有继续读。这是我退学时夫子送我的一本书，这2年我无聊时就会拿出来看看。论语？你夫子为何会送你论语？小麦也识字啊？我奶奶教我的，我奶奶识字。原来如此。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懂夫子为何送我论语，或许是正好手中多一本论语，就给了我。这本像是人誊抄的吧？是你夫子的字迹？好像是。那就可能是你夫子挺喜欢你，给你留个纪念吧。哦，对了，相公，我刚才去大牛叔家买豆腐时，突然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赚钱，改变家里如今的状况。我今早去粮房里挖米时，发现咱家的米缸和面瓮都快空了，这些剩余的粮食估计也吃不了10天。可是在秋收之前呢，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的进项，下次买米买面的钱就不知道如今娘手里的存钱还够不够。何况小林也大了，该说媳妇儿了吧？万一有合适的媳妇儿，往哪里娶？拿什么娶？咱家快没粮了。不多了，每个缸和瓮都快见底了，而且昨晚的喜宴还杀了家里的鸡。听猪猪说家里有3只芦花鸡，昨晚那些饭菜，我估计至少杀了2只。怎么了？难过了？自责了？公公，想什么呢？这些又不是你的错。现在的天下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，谁家日子都不好过。像大牛叔家那样的，只是因为人家有做豆腐的手艺，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正好可以喂猪，人家抓住了这2个机会，日子才好起来，翻盖了新房的。他家可以这样，我们家也可以啊。我们不会做豆腐，我们可以做别的。我会的东西很多，娘还可以多买一些芦花鸡回来，多喂鸡，多下鸡蛋。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卖鸡蛋，或者用鸡蛋做一些稀罕的美食去卖。总之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只要你觉得可行，那我就和娘去商量我们家做什么来改变生活。
我不是让你想办法，而是想要得到你的同意。只要你觉得我可以放手去做，我就去努力一把，也许就把咱家的日子过好了呢。好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同意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们家里好，怎么会不支持你呢？他脑中想起今天早上爹娘对自己说的话，这个媳妇儿是好的，要好好对她，别的虽做不了，对她温柔一些，她是能做到的。何况这一刻，黎麦讲这些话是真正暖到自己心皮间了。他很想将黎麦揽进怀里抱一抱，但他不敢，就做了这个轻轻抚他脸的温柔动作。黎麦完全没有想到他会直接上手，一时间僵住了，忘记了语言，只愣愣地看向他。对不起，小麦，我……周全感受到黎麦的僵硬，也瞬间清醒过来。相公，你很可爱，我很喜欢。说完转身下地穿了鞋，哼着小曲儿走了。他怕再跟他待在一个屋里呀，周旋的脸红的哟，能滴出血来。谁知黎麦刚一出去，就看到猪猪眼睛红红的从西北的角落处跑出来。猪猪，怎么了？娘，我的芦花只剩一只了。姑姑说昨晚咱家来了黄鼠狼，偷走2只芦花，我讨厌黄鼠狼。黎麦抬头看了周桃一眼，见小姑子跟自己眨眼睛呢，黎麦笑了笑。猪猪不难过，那可能也是因为黄鼠狼实在太饿了，那咱们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啊？可是我们以后只有1个芦花下鸡蛋了。猪猪很喜欢养芦花吗？猪猪喜欢喂芦花，喜欢从芦花的窝窝里拿鸡蛋。这样啊，那明日娘和姑姑去多买一些芦花回来给猪猪养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猪猪瞬间开心了，又找周桃去玩了。黎麦去往厨房找赵氏去，打算帮着一块做饭，顺便跟他说说发家致富的事情。好啊，你想做什么，娘都会帮你。只要我们的日子能好起来，有钱给小泉治腿，娘都愿意。黎麦听完笑了，又说了下明日想去镇上看一看，去买银针和芦花鸡的事情。好，去啊！明日你们辰时赶着去村口，坐武平家的牛车去镇上，一个人只要5文钱，免得你们俩自己走着去镇上。这下午啊，打算带周桃和周磊上山挖野菜去。既然明日要多买些鸡回来喂，那这野菜呢，今儿可以多挖些回来，不至于明天夹了嘴呀，却得饿肚子。老爹带队，一人背着一个篓子，拿着一个小锄头，往北山方向去了。娘，看这种野菜，芦花喜欢吃。哦，这叫什么？猪猪知道吗？灰灰菜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挖吧，这里不少呢。周桃、猪猪放下各自背上篓子，开始挖了起来。周磊也蹲下帮忙。猪猪，还有这种芦花也喜欢。知道了，娘。爹，你照看着他们一些，我去找找看有没有适合周全用的草药。黎麦对老爹嘱咐一句，周老爹应下，吩咐他别走远了，让周磊跟着他。看了一圈也没发现合适草药，倒是看到不少的荠菜。黎麦蹲下身子挖起来，这东西可以吃啊，夏天吃还对身体好呢。记忆中啊，原主就经常挖荠菜回去给奶奶吃呢。周磊也跟着挖起来。娘，我来找虫虫。好，小心些啊。嫂子，这个叫荠菜，可以吃。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挖一些这个，晚上我们包包子吃。好。哇，这里好多虫虫。只见猪猪麻利地拿出小罐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竹夹子，手速很快夹起一只虫子丢进罐子里，又去夹另一只。黎麦看得目瞪口呆呀，嘿，这业务还挺熟练的。猪猪今年春天开始抓了不少虫子给芦花吃，除了在树叶间找，它还会在地上的土里找虫子，就很神奇。突然间砰的一声，一只兔子被惊了，似乎想跑。
却没想到一头撞在猪猪旁边的树上，晕过去了。猪猪被吓得啊的一声尖叫，猪猪不怕。周老爹和周磊这时候跑过来，怎么了？一只兔子撞树上，好像晕了。妥了。周老爹一听还有送上门的兔子呢，赶紧上前去，趁兔子还晕着，和周磊一块拿着绳子绑好兔子前后腿，放进篓子里。李麦感觉很是不可思议，以前进树林那么多次了，从未见过兔子在眼前撞晕过呀，原主记忆里也没有的。小桃、小磊，你们一起上山会遇到这种事儿吗？周桃、周磊一起摇头。爷爷，兔兔很可爱呀。是啊，猪猪喜欢呐，要养。可以吗？我会跟着娘来给兔兔挖野菜吃的。好。黎麦带着猪猪去找虫子挖野菜去了。只不过一会儿功夫，娘俩就回来了。周老爹几人抬眼看了过去，就看到黎麦满脸不可思议，手里又提了一只撞晕的兔子。这也是撞树上晕的？爹，你再把这只拴起来，我带着猪猪再去试试。周老爹没说话，周桃也有些吃惊了。周磊更是张大嘴巴忘记合上，一双眼看看大嫂，又看看侄女，这也太吓人了吧。娘俩向另一边树林走了过去，1刻钟不到，娘俩再次回来。黎曼一手牵着猪猪，一手提着一只脖子还在流血的野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只野鸡被我们惊了，它本来是逃跑的，谁知撞在了一根干枯了的树杈上，直接被树杈穿了脖子。黎麦说完看了猪猪一眼，他有点确定了，这孩子可能是只小锦鲤呀。但为了验证，他这次没带猪猪去，自己一人进林子里转了一圈。1刻钟以后，他回来了，空手而归。周老爹周桃对视一眼，默默地看了眼此刻趴在篓子边上看已经醒的兔子，开心叫的猪猪。莫非这孩子有些好运气在身？大嫂，可是以前我们也带着猪猪来过山上，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。黎曼默默地看着猪猪不说话，心中大概猜测了。因自己进门来，猪猪如今算是父母双全了，可能就好运气来了？又或者说，如今有爹有娘的猪猪成了这个家的小锦鲤？猪猪，走，跟娘再去抓兔兔去。等等，大嫂，我带猪猪去转一转。1刻钟以后，两个人回来了，虫子抓了不少，但没遇到兔子或野鸡什么的。黎麦就觉得真的有些玄幻了，他带上猪猪再次出发了。时间不长，娘俩再次回来，猪猪抱着一只白色小兔子，黎麦抱着一只白色大兔子。这回更过分了，这兔娘俩看到我们俩，干脆就在原地低头吃草，也不跑了。我们去抱，直接就被我们抱起来了。现在呀，周老爹知道了，应该是儿媳孙女一块儿出去，运气才会好。爹，要不明天我们去河边抓鱼去试试？大嫂，我们明日不是要去镇上吗？哦，对，我忘记这茬了。那我们后日去河边捞鱼去。行啊，明日我在家做几个捞鱼网兜。猪猪背个小背篓，被周桃黎麦牵着，蹦蹦跳跳的走着。谁知道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就哎呦了一声。怎么了，猪猪？什么东西硌脚脚了？黎麦赶忙蹲下身子，放下篓子查看一番，以为是石头呢，却不想当猪猪移开脚之后，黎麦看到的不是石子，而是一块银子。黎麦不禁无语啊。周桃瞪大眼睛，这也行？后面的老爹和周磊跟上来。怎么了？猪猪被银子硌到脚了。周老爹不可思议地看着一块银子，虽看着不大吧，好像应该不足1两，可这也太吓人了，好吧？周磊此刻是满脸的麻木，他好像发现什么了，看向大嫂眼神更加崇拜了，他就觉得大嫂是他们家福星啊。大嫂昨天才进门啊，
今天全家运气这么好，大嫂还真是个旺夫旺家的福星啊，大福星。我们晚上吃包子，我已经发上面了，大概半个时辰就能包了。您可以先处理那只野鸡。我回来啦。你们出去还好吗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儿，但是发生了一些好事儿。好事？你们捡到银子了？不错嘛，周全同志，你本事不大，梦想还挺大，还想着出门捡银子。我就是瞎说逗你的。说说看，你们遇到了什么好事啊？你还挺聪明，确实猜对了，我们还真的捡到银子了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是真的银子。小桃都上交给娘了，不信你晚上吃饭时可以问问。不会吧，我真的猜对了。不过我们遇到的好事儿不止这一件。黎麦又笑眯眯地和他讲起这一下午他们所遇到的神奇事情。周全只觉不可思议，以前好像没听说爹娘他们去了山里时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我们测试了，只有我和猪猪一起出去才会容易捡到东西，所以我们决定后日去河边捞鱼，看看会不会捞到鱼。周全一双眸子怔怔地看向他，他知道了，是他。正因为黎麦进门以后给这个家带来好运，也给猪猪带来好运气了，他真是个有福之人呐。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我也试过了，我一个人出去什么也捡不到，但我带着猪猪出去，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。我知道，以前你没回来时，猪猪出去也捡不到好东西的，所以还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。你帮我喊一下爹和小磊来，我也想去院子里。黎麦应了一声，出去喊老爹和周磊了。爹，你看小白兔可爱不可爱？很可爱。那这个大白兔给你也抱一会儿。周全一愣，下意识抱紧小兔子，抬头看他一眼，脸上露出一丝惊喜来，又低下头，用手轻轻撸撸兔子，唇角弯起。这兔子有些大呀。黎麦走进厨房。娘，咱村子里有养鸡卖鸡蛋的人家吗？没有养鸡的人家，只有大牛家是卖豆腐带养猪，还有周想家是养羊的。村里也有好几户人家养羊的，人家谁家办事儿就会去他们家买羊或者买猪肉办喜事儿。咱村人们的生活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不错的就那么几家，大多数人家为了办喜事儿时能赚一些喜钱，都是先赊账的，或者喜事儿完了拿喜钱还，或者秋天收秋后拿粮食还。反正养牲口那些人家也需要玉米高粱的。怎么没人家养鸡啊？鸡的话，基本上每家都自己养着2-3只芦花鸡吃鸡蛋，养的鸡多了，需要的玉米也多，野菜也多。为了让鸡下鸡蛋，玉米、高粱、荠米都得喂一点儿，不能只喂野菜，不然下出来的蛋软蛋多。你想想，人有时候还不够吃呢，谁家舍得拿出粮食来喂鸡呀？养羊的好一些呀，可以每日赶着羊去野地里吃草。黎麦将2锅包子蒸出来，时辰已经快到戌时正了。正巧这个时候周林也回来了，只不过身后还跟着黎东。你怎么来了？老大，我是来看看你的新家的。这个周木匠说你是他大嫂，我就打算跟他来看看。那你跟你爹娘说了没啊？说了。行，那你跟着周林去洗手吧，正好吃饭。好嘞。赵氏招呼黎东坐下，还询问一番黎家村的状况。这小乡亲们都担心黎麦的情况。你回去可以告诉你们村里的人，黎麦来了我们家，那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了，我们有啥他就会有啥。我知道，婶子，我看得出来你们对麦姐很好。在长辈面前，他还是喊不出老大那个有些重二的称呼。晚上跟我和弟弟一起去睡了。好。只不过饭后，等大伙说了一会儿话，准备各自回房休息时，看到周林、周磊习惯性抬周全往茅房去的时候，黎东满脸不敢置信。老大，你男人是个摊子啊？摔的，2年了。
不过不用担心，我来了会治好他的。那倒是啊，老大你是会点医术的。不过，你不怕把人治得更贪了？你贪了，他也不可能更贪了。哎，好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晚上，黎东睡周林身旁，却怎么也睡不着觉，心里都是对老大的可惜呀。周林哥，你说，你大哥真的能好起来吗？肯定能的，我大哥是好人，老天爷不会对他那么残忍的。会的，跟我们说说大嫂以前的事吧。黎东想了想，说起黎麦小时候的事情。我从3岁记事起啊，就喜欢跟在黎麦身后跑了。那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小老大，他很厉害，不管走在哪里啊，手里都拎着一根棍子。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拿着一根棍子，直到有一日啊，大人们去田地里干活去了，老大带着我们在村子路边的野地里给自家的猪崽子挖野菜。突然啊，不知道是谁家的狗跑了出来，还招来了另一条狗。2条狗互相咬着啊，就朝着我们一群孩子这边扑来了。我们几个小的呀都吓傻了，只知道哇哇哭，不知道要拿石头或者棍子打狗。就在这时，老大拎起他那根棍子就冲向了那2条狗，使劲的打起狗来。最后呀，那2条狗都被打断一条腿，瘸着逃跑的。也不知道呀，狗子之间是怎么互相传话的。反正从那之后呀，村子里的狗子一般都不敢出来乱晃，即便是一不小心碰到老大时，也会掉头跑，因为啊，他们怕狗腿再被老大打断。我记得那时啊，老大才6岁。黎东说完笑起来，周林、周磊却笑不出来，2人都沉默着。你看那个灰色的兔兔吃得最快。听着猪猪的喊声，周全轻笑着了一声，再给那只灰色大兔子喂了一根。2只灰色大兔子，一只白色大兔子和一只白色小兔子，4个兔子看起来像一家人似的。哟，周全啊，你家这是准备养兔子呀？周全看了潘氏一眼，点点头，却并未搭话。是周春媳妇儿啊，你有事儿吗？婶子，我就是听说你家老大也已经娶亲了，如今老二要开始给说媳妇儿了吗？我婆婆在我面前可是全力给我推荐说你家周林是个好的，和我妹妹是最相配的。不瞒您说，婶子，我妹妹那可是10里8乡出了名的美人儿，一双眼睛水灵灵的，就连那镇子上的公子们看了都喜欢，想娶。可惜呀，我爹不让，说什么嫁得太远不好，还是想在咱们村给她找个婆家。我这不就帮着我妹妹相中了你家周林了吗？不瞒您说，婶子，你家周林可是我在咱们村相中的唯一一个好小伙子。周林的亲事啊，如今轮不到我说了。感谢你们家人看得起我们周林，不过算了，咱们没有那个缘分。婶子，上次你可是说等你家老大有了媳妇儿就会给老二说的，这怎么又变卦了？上次我只是说老大没娶，先不给老二说媳妇儿。周春媳妇儿，我可是没跟你定下只字片语啊。何况我们周林现在忙得很，哪有时间说媳妇儿？即便是说媳妇儿，那也是他师傅先给长眼了。我这大门不出的妇人，眼界窄得很，怕是一个不小心给孩子说个不地道的媳妇儿回来呢。婶子，我这好心好意的跟你家来说亲事，你这态度不太好吧？走走走，赶紧给我走！这周家村是没有媒婆，还是再没人了？我要接受你给说的亲事，赶紧出去啊！再在我家嘚嘚，我就去找族长来了。三叔，你才是一家之主吧？你说说话呀！不好意思，我们家是我当家。周老爹自是没搭理潘氏，一眼都没瞧过来。周全，你不管管你娘啊？你不怕因为你的腿影响了你弟弟的亲事吗？我这可是好心来给你弟弟说亲事的。周全烦死这个女人了，可也知道一旦搭了话，这女人定会没完没了说下去的。他偷偷和猪猪对视了一眼，眨下眼睛，突然就噌的一下甩掉手里木须草，身体一个踉跄，突然摔下椅子，倒在地上。小泉，儿子，大哥。而猪猪明白爹爹什么意思，快速抄起一旁小锄头举起来，
边哭边朝潘氏就冲了过去，边哭还边喊呢。其实周全的本意很简单，想让猪猪知道自己有动作了，却不想猪猪给他这么大一惊喜呢。此刻掉地上的周全被猪猪这么一出吓呆了。坏女人，你嗓门太大了，吓得爹爹摔了。坏女人，坏女人。猪猪一哭不要紧呐，还用上力气了，扯嗓门哭喊着，一下子把左邻右舍给惊过来了。猪猪，怎么了？哭啥？这个坏女人来我家跟奶奶吵架，骂奶奶，还把爹爹吓得又摔了。这周春媳妇儿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人家都说了不说你家的亲事了，怎么还赖上人家没完没了的？就是啊，是你妹妹嫁不出去了咋的？还是没男人要你妹妹？不挨骂是不是难受的不行？赶紧走，再在这儿待着，小心要你家出医药费。奶奶，我爹爹摔得疼吗？你回屋看看你爹去，应该没大事儿。你爷爷和三叔进去了。麦跟周桃坐村里牛车到镇上时啊，已经接近5时了。大嫂，我们先去哪里？先去买银针，然后去菜市场看看有没有卖芦花鸡的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看看能不能买一些小鸡。好。黎麦带周桃先去自己认识那个药铺去。牛大夫医馆，医馆内，刘大夫正忙于坐诊，黎麦一进来也没打扰他，去柜台旁先询问掌柜的一副银针多少钱。哎，你不是那个常常来卖草药的小姑娘吗？刘掌柜，是我，不过这一次我不是来卖药草的，我是来买银针的，咱们这里有吗？这个东西还真没有，你得去银器铺，他家兴许会有。那好吧，走吧。小丫头，往日每次来，不都是想着法子跟我讨进户学医术吗？今日怎么都不搭理我老人家了？当然想问，但是看到您这里有病人，这不是怕吓着您的病人吗？你是那么好心的人啊，每次来看你像个土霸王似的，没想到这次来倒是一本正经的。这还换了身新衣服，领着个漂亮姑娘。刘大夫边开药方一边逗趣他。嗨，这不是抽空成了个亲吗？以后就是人妻了，不能给我相公丢脸。这是我小姑子，漂亮吧？哟，这小霸王还有人敢娶啊？那是自然。牛大夫，你说一个人从山坡滚落下去，哪里都没断，但就是腰部以下的双腿没知觉，大小便也正常，只是站不起来，走不了路了。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啊？你家亲戚啊？相公也算亲戚吧？差不多。到底是谁啊？这亲戚哪有差不多的？我相公。我就说嘛，这种情况肯定要把腰上骨头摔错位了呗。那扎针能好吗？不见得，需要找骨科大夫复位，再扎针，还得吃药。多久了？2年。哎呀，那有点久了呀。哪天你把人带过来我看看。您老还会骨科啊？会一点儿。好嘞，但是我得先问问医药费贵不贵，我们可能没有太多钱。我可以不收你们的钱，但是啊，你得帮我寻找一种草药，越多越好。找到了，可以拿那种草药抵你相公的诊费和药钱。什么药草啊？茎顶开紫花，花谢结果，开花时是紫色花，5瓣花，最高能长到半尺左右。花期大概在3、4月，5、6月开始结果。一棵药草上好几根茎长上去。哎，对，紫花地丁啊！昨日我还在山上来着，但好像没看到。此地丁你这药铺里没有吗？虽然紫地丁全草都可入药，我这里也有，但那是干草。我想要那个紫花的鲜花，你要是能帮我弄来，我向你保证，
一定尽全力救治你相公。3、4月可以，但现在都6月中旬了，老牛。如果你能找到，也许有幼竹正在开花，咱们要的就是那个奇迹。那好吧，你别抱太大希望。你不是想要银针吗？我有多余的一包，可以送给你。你相公，你们也可以早点送来我看看。药草你也可以慢慢找。给我？要不要啊？不要收起来了啊！要啊！那我就谢谢你啦，老牛。大嫂，你好厉害呀！和这么严肃的老大夫都敢开玩笑，你还喊他老牛。这老爷子人挺好的，以前教过我一些医术，我会把脉还是他教的呢。大嫂，你好厉害！走吧，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。黎麦拉着周桃往卖吃的那条街走了过去。路上路过一家卖饰品的铺子，黎麦拉周桃进去，给猪猪买了一对红绸做的发带，花去10文钱。这个步摇你喜欢吗？大嫂送你。不要不要，大嫂这个很贵的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周桃看到这些饰品都很好看，就多看2眼，却想不到被大嫂看到了。好，掌柜的，那个兰花步摇多少钱？2两银子。哦，这么便宜？掌柜的，你家首饰都挺好看的，不会是这镇上首饰做的最好的一家铺子吧？大嫂，太贵了，咱们走吧。是啊，你这姑娘眼神倒是不错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这么有眼光，那个步摇你们要是喜欢，给你们少100文，你们可以买个别的东西去。不用不用，就2两。掌柜的做生意也不容易，只是，掌柜的，我也有个生意，你看要不要和我做？听到这话，店里看东西的夫人小姐们好奇看了黎麦一眼，见黎麦是个小姑娘，都低低的偷声嗤笑着。这小姑娘是想从掌柜这边骗走这只兰花步摇吗？哦，姑娘说说看，什么生意啊？有纸笔吗？小丁，笔墨伺候。很快黎麦画好了，是2件东西，一个是钗，一件是步摇。哦，这上面是什么造型啊？像花，但又看不出是什么花。这套首饰的名字叫做花火，这些镶嵌玉石的地方用红色的玉石，如果能找到红色琉璃石打磨的来镶嵌，会更好看。做出来的整个造型，看上去像是一簇火焰中生出一朵火之花。花火的寓意是热烈的爱情和对红红火火的生活的向往，所以这一套也可以叫做热烈之花。这是我爱神系列里的其中一套。所以姑娘是想把这手稿卖给我们吗？不是卖，是换。这幅图2件首饰设计图，换刚才那件兰花步摇的2件套。姑娘这算盘打精了吧？我们这首饰可是真金真银的，被师傅们没日没夜的做出来的，你这随便画2笔就想换走我4两银子的东西啊？既然掌柜的觉得吃亏了，那就算了。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个醒，我这爱神系列的首饰可是一共有18个款式，这只是一个款式，而且我可以肯定，就我这爱神系列的首饰做出来，那绝对是这天下间独一份的，其他处没有，京城都没有。做成整套卖到50两至100两不成问题。不过看样子掌柜的是心里没数，做不出来吧？不说别人，就在场的这些夫人小姐们，我就敢打包票，只要你们能做出来，肯定有人想买。而且我这花火的主色调是红色，这样一款首饰是最适合成亲时候戴的。爱神之花火也有祝福新婚幸福、爱情甜蜜的意思。成亲时能带着这样一套头面，被祝福婚姻的幸福，试问哪个即将成亲的女子不想要啊？你们还想看一眼？黎麦将图展开，又给他们看了一眼。到时候这些位置上面镶嵌着的都是闪闪发光的红色宝石，这套首饰戴上会十分的贵气的。而且有需要的还可以找店家与我定制其他配套的东西，比如耳坠、抹额、项链、簪子等，
我都可以帮着设计出一个系列的首饰来。而且我这图纸是今日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画出来的。如果改日被我发现谁背着我自己去做了我们的爱情系列的首饰出来，我是可以上门讨要版权费的。姑娘，你不卖给崔掌柜了吗？那你要卖给谁家？我想定制一套这样的。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们觉得这镇上谁家的首饰师傅手艺不错，能做出这套花火来？我觉得许记首饰铺不错，我觉得红妆阁也不错。哎，陆记家的首饰师傅手艺是镇上最好的。姑娘，既然是在我这店里，不若还是先跟我谈谈再说。于夫人来了。刚才这位掌柜的已经拒绝了我，想来我与贵店可能没有金钱往来的缘分。有没有缘分，不是看嘴上说了算的。那看什么？看我舍不舍得为你花钱。崔哥，那首饰图稿你看了，确实不错。呀，确实是稀罕款式，挺不错。但这姑娘要的太多了，一张口就是要换银兰那2件，这2件啊，至少也值4两银子。这样吧，姑娘，那套兰花我送你了。至于你这套首饰的图稿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一个价钱。你觉得我这诚意够吗？可以。而且我刚才与崔掌柜也说了，我这个爱神系列可是一共有18款。如果你价钱合适，我后续的图画出来还可以卖给你。姑娘是个真正的聪明人。崔哥，去把兰花包起来给这位姑娘。夫人说吧，去哪里谈？后院吧，我正在后面合账，听到小二的禀报才过来的。姑娘贵姓？免贵，姓黎。图纸夫人可以先过目，算作夫人送2件首饰的谢礼。确实不错。黎姑娘真的很有这方面的天赋。这样吧，这个花火再帮我画6件，我凑个8件头面，我一共给你10两银子，你帮我把其他6件画下来。不知夫人还要什么？耳饰、项链、顶簪、花钿、围鬓和指饰。于夫人，不说别的，就指围鬓，就不是随便弄个东西就能好看的，尤其是花火这个主题。况且你要的这几样造型各不相同，我若想要画出来，没有3天画不出来。10两银子要8件是不可能的。我刚才就跟崔掌柜说过，这一套首饰出来，你们值2件，卖到20-30两都不成问题。如果做成成亲8件套，一套卖到50两以上都不成问题。我想，你开铺子不可能只卖1套就不卖了吧？想想你们卖的长久所得的利润。这样吧，看在你送我的这2件兰花上，这一次给你算个半价，15两。等你这个爱神系列卖得好，你觉得不错，可以再来找我买爱神的第2个款式，那时就是30两8件套。东西你可以随便说，我再帮你设计。成的话，这张图纸就交给你。其他的，我3日后送来。钱，你也可以3日后给我。买下了，定下8件套。黎姑娘后续会把其他6件的图送来。各位夫人小姐有喜欢的，可以先跟崔掌柜预定了，可以单订，也可以整套订。价格我一会儿告诉你们。1个月内，我们金玉阁一定给你们做出来。我订，我也订。这个送你，算是我们初次见面的见面礼。你这个小朋友，本夫人教了。黎麦伸手摸了一下，也没矫情还回去，大方说一声谢谢，带周桃就离开了。大嫂，是不是被吓到了？其实以前我也没怎么画过，但是只要胆子够大，没准就能有不一样的结果。起初我只是想给你买那个步摇，跟掌柜的讲一讲价钱，但是我发现掌柜的人挺不错，还似乎期待我能说出个什么生意来，那我就不能只讲个价让他失望了。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啊，大嫂，你是临时想起的？那你说的18个款式也是唬人的？不然呢？
你以为你大嫂以前整日上山打猪草，哪里有时间画画去？大嫂，那你答应他画别的6件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我们找个纸张铺子去买纸笔去，回家我就努力画，争取不会被那于夫人把你的首饰要回去。好，走。周桃点头，喜滋滋跟大嫂去买纸笔了。最后李麦买了5张白棉纸，买了10张白麻纸，都让掌柜帮忙裁成了8开大小的纸张。看了看这里的书，他又买了一本启蒙用的千字文，打算先让周全教猪猪识字。还有一本绝尘游记，打算给周全无聊的时候看一看。之后李麦又带周桃去买了小楷毛笔，买了一个便宜的砚台和墨条。走吧，这回我们去吃饭，吃完去菜市场看看。李麦看向街道两旁，想找个适合他们俩吃饭的地方。魏姑娘，在下是否可以借道一叙？抱歉，我们不认识你。姑娘不认识在下，在下确实认识姑娘的。在下是陆记首饰行的少东家陆谦，姑娘姓黎吧？不知道姑娘愿意跟在下谈一笔生意吗？看来于夫人身边有你的人啊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你想跟我谈生意，要拿出陆记的诚意来。也许你可以等几个月，多了解我一些，再来跟我说谈生意的事情。告辞，陆公子。大嫂，那个陆公子他想和你谈什么生意，你知道吗？周桃吃饱了，脑子也开始思考起来。他实在想不出来这位陆公子想跟大嫂谈什么生意呢？你想想，大嫂以前也不认识他，他却知道大嫂姓黎。你记不记得大嫂跟谁说过我姓黎？大嫂只跟于夫人说过你姓黎。对啊，你再想想，这陆公子说他是做什么的来着？陆记首饰行的少东家。哦，他也想让大嫂帮着他们画首饰的样子。对，我们小桃很聪明。那你再想想，大嫂能去跟他做这个生意吗？我觉得能的吧。大嫂1刻钟就画了1张图，就能赚15两银子。如果跟他也做生意了，不是也能赚15两吗？哦，不对，是30两。大嫂给于夫人算了半价。不，这个生意大嫂暂时不能跟他做，至少在于夫人赚到钱之前，大嫂不能跟陆记做这个生意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商人必须重诺，一诺值千金，知道吗？大嫂前脚与于夫人达成了合作，我们这一笔生意，大嫂还欠着他图稿。这个时候，大嫂公然和这陆记公子找了个地方去谈生意，你觉得于夫人会不会知道？她知道了会怎么想？或者说，你要是于夫人，你知道了，心里会怎么想？眼看时辰快到申时了，李麦赶紧带周桃往菜场赶了过去，想看看有没有卖芦花鸡或者小鸡的。看俩姑娘进来东张西望的，有几个站在皮毛摊子旁边的男人就向着2个人走了过来。李麦发现以后，拉上小桃，转身快速往外走过去。别走啊！听到后面几人竟还追过来，李麦拉过小桃，快速跑起来。这俩娘们儿属狐狸的吗？跑这么快啊？不就是俩姑娘吗？追不上就算了。你们懂个屁呀！你俩娘们长得不错，弄晕了去雍州城能卖不少银子呢。可惜贼精的，竟然跑了。要不要追出去？算了，外面不是我们的地界，如果我们在外面闹事，被那些人知道，我们也不得好呀。你们俩怎么了？就怕迟了跑这来的？黎麦摇了摇头，把他们方才去菜市场的事情和他说了一下。幸亏你们俩跑得快，那个地方呀，卖菜只是早上卖，5时就都收了。下午那里就是一些外地走货人摆摊的地方，也有几家卖肉的在那里。听说啊，那些外地走货郎有江湖人，野得很，一般的姑娘哪敢在下午去那里啊？这幸好你们跑得快，本来你们也没说要去菜市场的事，叔也就忘记嘱咐你们这个事儿了。五叔，那你知道镇上哪里有卖芦花鸡或者小鸡的吗？知道啊。你们要买啊？家里就1只下蛋鸡了，想再买2只，
得用鸡蛋给周全和猪猪补身子。那行，等人来齐了，我们一会儿过去买。你们这是买了个书箱子？想让我们老三去读书。小磊啊，那孩子呀，确实是该去读书的，很聪明，脑子很活头。是的呢。很快，另外2个人也来了，7个人便将牛车坐满了。周武平带几人往东边去，停在一家人家大门前，有周武平带着，对方很痛快，卖给黎麦3只大的芦花鸡，价钱贵一点，150文一只，因为回去就可以下蛋了。此外，黎麦又买了10只小鸡崽儿，每只按15文算的。车上人是满的，周武平帮忙将2个篓子绑在外面车辕上，他走在路上赶着车，其他人则在轿子里坐着。小麦，你当时不怕吗？娘，哪能不怕呢？但是想到咱家的情况，我就不怕了。何况当时还有小桃在我身边给我壮胆。成亲那日，当我知道我们吃的鸡肉是猪猪说的芦花时，我很难过。当昨日早晨做早饭时，看到咱家米缸都快空了时，我心里更难过。我就想着还是要把咱家的日子过好一些，多赚一些钱。当时也真的是想着给小桃买那个步摇，跟掌柜去讲价的，却在讲价的话说出口的前一刻，突然灵光一闪，就有了那个想法。爹娘，我真的要去读书。既然你大嫂也觉得你是个读书的料，就去读书吧，或许我们这小门小户里也能出个秀才公子呢。去读书，等收完秋就去，正好趁着这段时间，娘给你做2件青衫。去读吧，今年剩下的这半年，先在村里的书堂里，跟着村里的孩子们，把启蒙的那些忘记的再熟悉一下，明年往镇上送你。可是大嫂，以后我去读书了，谁来帮大哥呀？他的椅子需要2个人抬的。放心，没准儿等你去镇上读书时，你大哥已经好了呢。周磊下意识看看大哥的腿，能这么快好起来吗？我今天买到银针了，而且我已经与认识的牛大夫说好了，3日后我们带着周全去镇上他的医馆里，他帮着周全看看。小麦，你还认识镇上的大夫？认识，我们以前挖到的草药大多就是卖给他家了。牛大夫那个人挺好的，我会诊脉也是他教的。这样说来，这牛大夫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啊。那我们3日后就带着小泉去看看吧。行，那我明日去跟旺财说一下，我们到时候借一下他家的牛车。听说旺财家这几日要去岳家参加侄子的婚礼呢，怕是不行。爹娘，别跟邻居们借了。明早武平叔来取卖鸡家的篓子时，跟他说一声，大后日我们包1天他的车，送周全去看病。回来时我们顺便买粮，就说我出100文，包1天他家的牛车。好，今日你辛苦了，明日多睡会儿。娘和你爹去跟武平说，免得你爹嘴笨说不清楚。还有，这钱不用你出，娘来出。小桃，和你嫂子去洗手，咱们准备吃饭了。娘熬的红豆粥，蒸的糖包子。你是非得把你妹妹嫁给周林不成吗？是啊，这附近的村子，我觉得就属咱们村子的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加上周林有手艺，以后秀秀跟着他，肯定能过个好日子。可惜有周全那个摊子大哥拖后腿，要是没有周全，这亲事就更好了。潘氏一手不规矩的在自家男人身上摸来摸去的。乖点小骚货，一会儿睡下也让你摸个够。相公，你说这事儿你不帮帮我吗？秀秀也算是你半个妹妹吧，以后秀秀嫁来我们村，我们姐妹不也能常见面吗？这夫妻2人配得很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日常互相聊骚，这关起门来那更是百无禁忌的。我觉得吧，周林那小子不行，咱秀秀嫁给他不见得能好。为何啊？因为我听人说呀，周林不行啊。
真的假的？都是听说的嘛，我又没试过，哪里知道啊？如果你想经常和你妹妹见面儿，还有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把你妹妹接来咱们家就是啊，那样你岂不是可以常常见到了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起来？这样村子里的小伙子见到我妹妹的好容貌，也许就更好说亲事了呢。或者也可以让妹妹亲自试试周林是行是不行呢？万一行呢？你今日没去做工啊？没有，我跟师傅请假了，等着师爷来了接待他，陪着他和大嫂谈事情。我也想听听那个轮椅怎么做。你对机关巧制感兴趣？我觉得师爷做出来那些会动的东西挺有意思的。哦，那就好好学，看看能不能直接跟你师爷学。那你见到你大嫂，悄悄跟她说一下，看她和你师爷谈事情时，能不能跟对方说，让你跟着坐这个轮椅。还可以吗？大哥，我能跟大嫂提？能。嘿，大哥，你渴不渴？我给你泡茶去。咱家没茶了，不用泡。啊，对了，你大嫂走时留下一片叶子，说来了客人，让娘用那个叶子当茶叶泡茶招待客人。哎，小桃、小麦，爹还有事儿，咱们就捞这几条鱼吧，够招待小林的师傅了。是爹。是爹。那些村民站水桶边上看着那些鱼，十分的眼馋。老三啊，听说你家买了小鸡仔，需要玉米吧？我家还有几袋的，要不要拿你家这鱼换一点啊？有几条啊？6条，你们家吃不完吧？周老爹看向黎麦，黎麦笑了笑。我家留2条，大家谁想吃鱼，可以回去拿着玉米去我家换。10斤玉米换1条大鱼，先到先得。周全媳妇儿，这10斤换1条鱼太贵了吧？10斤玉米你去镇上卖多少钱？超不出30文吧。这么1条大鱼至少有2斤以上，我们去了镇子上，至少能卖到40-50文。走吧，爹，我们先回去。估计这会儿小林的师爷也该来了。行。周老爹提起木桶，盖好了盖子，提着招呼几人准备回家去了。哎，行吧，10斤就10斤，我现在就回家去取。其他几人听了以后，有想要的也跑回家去了，有那些不打算换的，便跟在几人身旁，询问周老爹捞鱼有何秘诀。嗨，可能是运气好吧。前段时间我们还想来捞几条给周全炖汤补补身子呢，结果啊，连条小鱼儿都捞不到。其他人深有同感，纷纷点头应和周老爹。还别说，周三哥，你家自从娶了这个媳妇儿啊，真的是成了村里的红人了。这几天啊，人们都议论你家呢。小泉运气好，这个媳妇确实是个好的。哎，咋样？有捞到鱼吗？院子里怎么闹哄哄的？小林的师爷来了。捞了6条大鱼，还有一些小鱼儿。我们家留2条大鱼，其他4条我们答应了去看捞鱼的村民们，10斤玉米换1条。这会儿人们在跟爹换玉米呢，我们能用玉米喂小鸡，也能加成玉米面吃。黎麦说完就背过身去，脱下外面那个旧裙子，换上婆婆给做的新裙子。哎，还别说，捞鱼也挺累的。你和猪猪呀，真的是咱家的好福气。以前我们也去捞过，但根本捞不到大鱼，最多呀就是几条手指长的小鱼。哎，对了，趁着客人还没来，一会儿你趴下，我再给你扎扎针。好。小林啊，图纸在哪儿呢？赶紧拿过来呀！周林应了一声，出门找大嫂拿图纸去了。牛小子，这茶比你家的好喝，你能喝出来是什么茶吗？师傅，我家那就是我媳妇自己晒的药草泡的茶，肯定不一样啊。他以为周家这个茶叶啊，是为娶媳妇儿特意上镇上买的茶叶呢。话说三哥，你家这个茶很名贵吧？确实味道很奇特，这暑热的天气喝进去，喉咙上都有一种清凉甘甜之意。也不是名贵的茶，是女儿和儿媳在山上打猪草时看到的。儿媳妇说是药草，可以清热败火还生津，就摘了一点回来，自家泡水喝，
原来是野生摘来的呀，倒是好东西。不知是何种药草，可否拿来看看呀？啊，一会儿问问我儿媳吧。采回来后啊，是她放着了，我也没管。这也是您老人家说好，我才觉得确实好，原本并不觉得。师爷，我大嫂正在给大哥扎针，马上就会过来。哦，好，这叫轮椅，倒是像我见过的一张图。这东西啊，那上面叫素鱼，也有叫4轮车的，但我见到的那个是4个轮子的，这个倒是简单很多，叫轮椅，也很贴切。先生说的不错，这个轮椅的道理和素鱼的作用是一样的，都是方便行动不便之人的。这个东西我以前确实见过图，也没有具体的制作图，我就没动那个脑子。来，小丫头，你过来，你可否给我讲讲这里要如何做才能让这个椅子平稳，而不会让坐上去的人摔倒啊？黎麦听完靠近了一些，细致跟他说了起来，期间呢还用地上一把椅子说一下大概的意思。听闻先生擅长机关巧治，不知道我在这上面也想加些机关，使得坐在上面之人即便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，也能自己控制轮椅前行，等到需要够到高处的东西时，也能自己控制轮椅把椅子升高一些。不知道先生可能做到？当然，在达到这2个要求时，还得保持轮椅的稳定性，不能把上面坐着的人摔了。可以试试，可以试试。那我这单生意，先生确定是要接了吗？好，接。我要求的时间是1个月之内要交货，价格是50两。50两？媳妇这太大手笔了吧？现在家里怕是拿不出50两吧？只要老爷子能做出来我要求的那2个功能，这个价钱我给。同时我也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我家二弟也很喜欢机关巧治，这一次给我相公做这个轮椅，就让他跟着先生一起做吧。同时您如果做工时遇到任何疑难处，可以让二弟随时来问我，我在补图帮您解答。小丫头，你这是想让我老人家给你家培养人才啊？先生别这么说嘛，我觉得您一个人也肯定是完不成的，需要帮手。我二弟跟着您，我也能及时了解进度，你们遇到难处，我也能及时帮一把。另外，等轮椅制成时，我那张图的版权我送给先生。你想，这样的惊世之作，等您做成，怕是这世间的独一份吧？等他日慕名来寻您做这个轮椅的人多了起来时，那价格更是会水涨船高。到时候您必会感谢我们周家和我黎麦的。师傅，要我说，周全媳妇都说了，这图纸送您了。我觉得您即便是不赚这个手工钱，也可以收了周林在身边帮您。我这徒儿可比我聪明得多。牛小子，既然你也说小林子在机关术方面有天赋，那师傅就跟你把他要过来做你的师弟吧，亲自教他机关术。啊？不要啊，师傅，他是您的徒孙，你也可以教他的。不，你教不了他机关术，那就让他拜我为师，我来教他。怎么，你有意见啊？没意见，能跟着师傅学是他的福气。小林，赶紧过来拜见师傅啊！就这样，周林在一脸迷茫之中拜了新师傅，而之前的师傅成了师兄了。小丫头，你这泡茶的药草什么样的？可否给我看看呀？我回去也采摘些，这东西当茶喝呀，还挺好。好像还剩几片叶子，我给您取来看看。怎么样？老爷子愿意做吗？应下了，我可是出了高价钱的，他又喜欢机关术，肯定会接的。你出价多少？要是太贵了，就不如不做。放心，我会赚到钱的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现在你最担心的是你的身体恢复情况。我教你的俯卧撑必须每天做，而且每天比前一天多加5个。好，那小林他愿意带着吗？愿意的，不止愿意，还直接收了小林为徒。现在小林成了来牛叔的师弟了，刚才来牛叔那脸上的表情简直精彩极了。
好了，我还得过去。老爷子还挺喜欢喝这个药草叶子泡的茶，我就送他2片叶子吧。林麦笑眯眯冲周旋挥了挥手出去了。猪，你奶奶和爷爷今日下午吵架了吗？娘看到他们晚上好像都不太开心的样子啊。不是，是奶奶下午串门子回来后就不开心了，和爷爷偷偷在屋里说话，猪猪听到了。哦，他们说什么？说村里人传二叔不行。猪猪摇了摇头，他不明白不行是什么意思，这绝不像是骂人的话。黎麦嘴角抽了抽，周林媳妇儿都没娶呢，这行和不行的，岂不是外人一句话就可以胡扯了？等一下，黎麦眯起眼睛，突然就猜到这股流言从哪儿传出来的，也猜到是谁放出去的，应该就是周春那个媳妇儿潘氏吧。他昨儿上午在自家受了气，就编排这么个流言来给周林泼脏水吗？还真不是个好东西。猪猪，你知道那个坏女人家住哪里吗？坏女人？猪猪似乎没想到坏女人是谁。昨天把你吓哭的那个，谁欺负我们猪猪，谁就是坏女人。知道，娘，我们要去欺负坏女人吗？不是，我们就是路过一下，娘得知道她住哪里，以后绕开走。在孩子面前不能做坏的表率，所以黎麦并不打算在猪猪面前做坏事，但使点小伎俩教训教训背后欺负自家人的人，他还是能做的。晚上待周旋睡着以后，黎麦悄悄起身，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出了院子里。干嘛呀？还不知足啊？爷都快被你榨干了。周春本是背对他的，这时一边说着话一边转过身来，他眼神也瞬间捕捉到了窗户外面飞来飞去的2个人影。顿时周春吓得低低啊了一声。你啊什么呀？出去看看谁在我们家院子里飞来飞去啊？潘氏吓得悄悄往后挪，想躲进他的怀中，结果怎么也挨不到人，一扭头就发现周春裹着被子躲进躺柜边上，抖成筛子。你做什么亏心事儿了？怕成这样？潘氏赶紧一裹被子，也麻利的几个翻滚，到了后墙边，挨着周春坐着，惊恐的看向窗外飞来飞去的武林高手，吓得是脸色惨白啊。周春在外面确实是胡作非为过几次，可这时候不能承认呢。胡扯什么？我在外面规矩着呢。再说，谁知道我住在这里？是不是你在村里又做了什么得罪人的事儿，逼得人家请来武林高手行刺我们呀？潘氏一听，顿时心虚了。他这个月共偷看了周二愣4次，有意和那个周局偶遇5次，当然了，眼神纠缠几次是少不了的。哦，对了，好像还假意摔倒了，被那个周恒扶住过一次，顺便摸一下对方的胸肌和腹肌，还被周院扶了一次。不过那小子不是好东西，顺手捏自己胸部2把，就是吧，人长得不错，可笑开以后啊，有口臭，还一嘴黄牙，差点没熏死潘氏。可上面这几个还没娶媳妇儿呢，应该不会有他们老婆买武林高手收拾自己这样的事情发生吧？至于其他的，他没什么印象了。哦，对了，他突然就想起来，他近来得罪最大那人是谁了。相公，你说会不会是周林家买了武林中人来报复我们？毕竟我们上午才把周林不行的事情传出去，据说周林娘下午就听到了，当时被气的那个脸色十分精彩呢。我发誓，如果我能活过今晚，明日我一定出去为周林正名声。苍天呐，求求你饶过我这一回吧。翌日清晨，外面下着小雨。大嫂，娘让你去画你的画就好，这几日家里什么活计都不用你做。周桃说着将黎麦推了出来。就像风吹过你我心田。你看看这几个词，哪个看着更有诗意，更会让人浮想联翩？这是都与中秋有关的吗？我在想下一个款式的主题，主要推出的时间是在中秋节前后，就要与中秋节有关。
会最吸引人。周旋认真的看了一会儿。月神就是嫦娥吧？玉兔不是他的宠兽吗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感谢哥们儿。说完就低头认真画起来。周旋却愣住了。哥们儿？小麦喊自己哥们儿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像他兄弟吗？就这样，周旋在心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，黎麦却低头认真的画起来。一个时辰以后，一只漂亮的步摇出现在纸上。看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这个月神离远看呀，还有点像一个弯月。近看是月神，远看是弯月，侧面看是两只小兔子在蹦跶。等墨水晾干了，收拾好所有的画稿，又去往大屋，跟周磊进来那个书箱子，把画稿整整齐齐放进去。紧接着便给周全准备起明天出门穿的衣服。今晚你再泡个澡吧，我让2弟和3弟来帮你。行。晚上，周林跟周磊陪周全洗澡，黎麦干脆去了大屋，陪周桃和猪猪2个聊天打混去了。对了，嫂子，你回来也好几日了，还没见过大姐吧？如果我们有时间，回来时可以拐个弯，去徐家村看看大姐。好啊，大姐家人对大姐怎么样？她婆婆像咱娘这么好相处吗？和娘的性子差不多，大大咧咧的，但是人很吃苦。以前她家也很穷的，尤其娶大姐那会儿，姐夫是她家的老三，娶了大姐后，她家的日子越过越好。她婆婆就坚信大姐是有福气的，把福气带给了他们家，因此对大姐比对另外2个媳妇还好一些。就是吧，另外2个媳妇儿有些牙尖嘴利，嘴上爱占便宜了一些，但人不坏。大姐跟他们对付着相处了3年后，也摸清楚他们的脾气了，该顺着他们就顺着，该和他们争辩就争辩，他们倒是也不敢欺负大姐。重要的是，一旦让姐夫知道他们有欺负大姐，姐夫就会找他的2个哥哥喝酒，2个哥哥一喝醉酒就喜欢打媳妇儿。你们也不用特意去，如今你大姐和2家嫂嫂家还是一起过日子呢，你们去了，人家说不定又以为你们上门是去借钱的。如果在镇上有时间的话，就给楠楠和东东买点孩子们爱吃的东西，送到你大姐夫的摊子上，尽量别去家里了。娘放心，我们不去，听你的。如果离得不远，我们就给2个孩子买点东西送到大姐夫那边。大嫂，我们又给你打好了水，你回去洗吧，一会儿我们过去帮你倒水。谢谢，不用你们倒，你们也洗吧，早点休息，我自己能倒。黎麦赶紧摆手回去洗澡去了。不错呀，有眼力劲儿，以后在你大嫂跟前勤快点儿，你大嫂是个识人情世故的。知道了，娘。这几日学得咋样？你新师傅真给你教东西吗？教的，娘放心吧，我师傅比师兄懂得多，他教的，我做几遍就会了。他说我比师兄当初有灵性。对了，小林，昨日那周春媳妇儿不知道抽什么风，下雨间还不忘一家家的跑着跟人家说之前村子里传你不行的话，是他那日在咱家受了点气，故意那么说坏你名声的。我是今日下午碰到你旺财婶子，才笑着跟我说的，说今日满村人都在说潘氏，是不是被周春收拾了一顿，才出来村子里给你正名声的？切，要我看，那2个人就是王八看绿豆，一样样的颜色。二哥，人家不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吗？怎么到你这儿成一样的颜色了？小姑娘家的少知道点吧，反正你要记住，那2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。你看大哥什么时候给过他们笑脸？以前大哥和周春一起做工时，大哥就和他关系很寡淡，但你看大哥和周曲几个人关系不是一直挺好？周林说教妹妹几句，拉上周磊回屋睡觉去了。小麦，你是睡着了还是晕过去了？抱歉，我洗得太舒服，竟然睡着了。
那就好，那你赶紧出来吧。可能是这2日用脑过度，有些累了吧。黎麦笑了笑，起来穿上中衣，上了炕。哎，周全，你是不是睡不着了？那你帮我擦头发吧，我还有些困。接过递的布巾，轻轻为他擦起头发来。黎麦静静地垂头睡着了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我都知道，只要真心贴真心就能遇到。慢慢的看着你皱纹爬上脸颊，我都不觉得我俩。起床了，周全。周全睁开眼睛时，目光还是迷茫的。早啊，相公。那个小麦，昨晚你睡着了，我抱不动你，又不敢再叫醒你，所以就……我知道是我的问题，我实在是太困了，抱歉啊，抢了你一半的枕头。这是抢了一半枕头的问题吗？但黎麦似乎没给自己一巴掌，周旋内心是偷着开心的。那个，你能放开我的腰了吗？我们该起床了。他赶紧快速收回手，低低说了声对不起。这就是你相公？是啊，长得不错吧？肤浅，你给他调理气血了？算是吧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气血太虚了，活不过1年的征兆。你们成亲几日了？7、8天了吧。8日的时间，你能把他的气血能调成和正常人一样的样子？你用了什么药草？就是那些从山间采的活血行气、补血补气的药草。牛大夫，您要不要检查一下他的腰和腿啊？你相公的骨头没问题，应该不是骨头的问题，还是气血和经脉的问题。今日开始扎针吧，一会儿我给他扎，你认真学。以后不想每天折腾着来这里扎针，就要你自己给扎了。牛大夫，你爱吃什么肉？干什么？我会做饭啊，下次我家炖肉时给你带来一些，尝尝我的手艺。红烧肉喜不喜欢？你放心吧，没有肉我也会好好教你给你夫君扎针的。黎麦笑眯眯道：我听说拜师要送肉嘛，怎么样？红烧肉，要不要一句话？要。这老头挺可爱的，他这个师傅值得拜。李姑娘，你来了，东家可是等了你一上午啊！抱歉，上午先带着我夫君看病去了，带我去见夫人吧。来了，我看看图纸。黎麦从箱子里拿出2张纸递了过去，2张图纸8件首饰，很完美，比想象中的还要好看。关于图纸，夫人还有什么疑问要问吗？没有，你画得很好，很清晰。娘，我们就要回家了嘛。回家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先去给楠楠和东东去买些礼物，路过看看大姐夫在不在。好，走。你是哪里来的老不死啊？怎么想管爷爷们的闲事吗？三老头，你信不信你再多说一个字儿，这个肩上的肋骨就会断3根。老大，少和他们废话，给嫂子报仇，弄死这个臭小子！你们这些人大白日的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们这样欺负小生意人，会坐大牢的。哎，爹，你一边歇着，这些渣渣我来收拾。一竹竿扫了过去，就把3个泼皮直接荡飞了。哼，你们这么狂，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厉害呢。就这，姐夫，清点一下，被砸坏多少东西，都算他们的，报个价。你是哪里来的泼妇？跟这个奸商什么关系？你确定要管我们天地盟的闲事？黎麦听完之后，手腕翻转着，一根竹竿在他手里呀，被玩成了风火轮，传的声音都是带风的，呼呼的。他不说话，但这一招就已经说明一切了。你
你想怎么样啊？很简单，赔钱、道歉，发誓以后再不敢来找人家麻烦，否则我一定会去搅了你们的老巢。我们打砸坏的东西可以赔钱，但是这个人他是个奸商，多收了我媳妇的钱还死不承认。我徐顺在这个位置卖了10年的主编品了，从来没有赚过1文钱的昧良心钱。你们这话从何说起？而且你们一来就砸了我的东西，都没说算错钱的事儿。我媳妇买了2个篮子2个竹盘，你算了150文，你不是卖给他们算错钱是什么呀？他们买了2个竹篮2个竹盘不假，但他们还买了3个簸箕，加起来一共整150文，这没错的。你们把簸箕送给了谁啊？藏在他家了。堂主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这是嫂子的主意。她说我们把簸箕藏起来，叫你们来，可以讹诈这个人一笔钱。当家的，我就是。姐夫，砸坏的东西一共多少钱？踩坏2个竹筐70文，3个竹篮60文，5个小笸箩75文，2个簸箕60文，还有1张竹帘200文，一共465文。听到了吗？过来把这些弄坏的你们拿走，赔了钱赶紧走人。你们这一闹，以后生意还不定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呢。姐夫，你说要让他们赔多少合适？那个就算了，把损坏我们的465文赔了就行了。他可不敢多要这帮混混们的钱呐，以免日后麻烦。既然他都这样说了，还不赶紧行动？赶紧乖乖的扔地上一块碎银子。几人过去抱起那些被徐顺规整出的东西，拔腿就跑了。站住！你们银子给多了。等看不到几人身影了，李麦转身，就见在场所有的人一副震惊的表情看向他。李麦这才想起来，这帮人是自己才嫁进来8天的婆家人呢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其实平时我不会这么凶的，主要是那几个人太坏了，想要震慑住坏人，就得比他们还狠才能吓走他们。大嫂，你好厉害，你一点也不凶。娘，你就像女侠，好厉害。大嫂，那个竹竿转得真好看。林麦听3个孩子夸赞自己，不好意思笑了笑，又看向马车那边，露出了脑袋，静静看向这边的周全，尴尬冲他笑了笑。啊，你真厉害，不只会给爹爹治病，还会给小鸡治病。如果猪猪想，以后也可以学医术，可以给家人和喜欢的人治病。好呀，那我要学。可以，但是学医术的前提是识字，所以现在3岁的猪猪的主要任务还是多识字。是，娘，猪猪这就是识字。确定小鸡们都没事了以后，李妈又去洗了手，回屋看周全教猪猪认字去了。今日我们先学8个字，你晚上睡觉前啊，只要认真的记得这8个字就好。叫猪猪多读几遍之后，周全给他讲了一下这话什么意思。猪猪说记住了，抱上书扑腾着下了地，自己穿好了鞋子跑出去给爷爷奶奶姑姑炫耀一番，又认识8个字了。人呐，还是活在童年好，可以无忧无虑。正是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只要活得让自己开心就好。其实当人经历过很多之后，最后追寻的还是如童年时这般干净、纯净且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对不起。他知道，因为自己如今的情况，让他感觉到生活的艰辛和压力了吧。哎，疼。对不起，小麦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揉揉。揉吧。得到黎麦的允许，周璇心里松了口气，赶紧2只手抓他胳膊，轻轻地揉了起来。好了，不疼了，谢谢夫君。怎么了？后悔帮我揉胳膊了？不是，小麦，我……好啦，不逗你了，你躺着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去端饭回来，我们在屋内吃吧。你今日折腾的也累了一天了，这里好像埋着一个坛子。2个人诧异了，放下镰刀走了过来。爹，这里是别人家的墓地吗？不是，这里一直是咱家的山头，
这坡地也是咱家祖上传下来的，周氏的祖坟在后面那座山上。最后5个人围在一起，拿小锄头慢慢的挖呀挖，终于一个大坑挖开了，露出一黑乎乎的东西来，果然是个坛子，只不过不是1个，而是3个。他爹，不会是3坛子银子吧？说完还下意识看了黎麦和猪猪一眼，他总觉得可能又是黎麦和猪猪的锦鲤运气给他们带来好运了。爹，开不开盖子？小麦，你觉得我们要开吗？可以开，你们靠后，还是我来吧。万一里边要是有毒气或者有伤害人的东西，我担心你们受到伤害。黎麦说着，拿起一旁镰刀，往后退了一些，伸过去，慢慢的掀开坛子那个盖子。哎，信。黎麦凑近闻了一下，没有异味，应该是没毒的。他伸手将信拿了起来。周氏族人后代亲启，就你看吧，看看说了什么。黎麦应了一声，几人盘膝坐下，黎麦展开信件念起来。爹，咱家有年轻人过世的吗？50年前，那时候爹还没出生呢。不过以前倒是确实听你爷奶说过，我有一个小叔叔，经常喜欢在外面游历，读书，也考中秀才后就再没考。后来不知道因为啥，突然得了疾病，人就没了。但是关于这个云长雨的事情，却没听说过，可能是人们嫌晦气，没说起过。爹，那这事儿怎么办？按他信里说的，救他的那几个人，你知道是谁家的吗？周老爹闻声点头，他当然知道啊。这3坛子里，一坛子是一些书籍，有经商类的，有文史类的，也有一些关于香料或者染料、颜料类的书，还有一坛子银子和元宝、珠宝这些的，总计应该有万两。另外一坛子是一些石头，他以前做过石头生意，这些是他认为值钱的石头，让周家的后代如果花完那些钱了，可以卖了这些石头，几代人活下去都没问题。爹，这些东西怎么办？要直接搬回我们家，还是找那几家的后代一起商量？哎呀，这里边也有老族长，我去把他找来吧。还有另外几家，我都把人叫来商量吧。东西就先在这里放着。哎，我以为这一次我们家又遇到了什么好东西呢，这回倒好，东西是好东西，但不全是我们家的。大嫂这回莫不是要带着全村人一起发财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等爹他们来了商量吧。人家信上也说了，东西的明细也都在，所以我们独自拿走一点东西是不可能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分到多少算多少，毕竟这是意外之财。有这个事情过了明路，以后小麦再与于夫人做生意赚了钱，我们拿出来也是正常的了。娘说的对，这样一大笔钱不是我们能独吞的，分了也好，到时候我们有多少算多少，以后我们自己赚的钱也光明正大了。不过，娘，如果可能，我们多分一些书，关于经商的，关于那些香料或者颜料什么的，技术类的，那些才是隐形的财富，可以生钱，而银子花完就没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听你的。哎，你族长叔也是识字的，你把信给他吧。黎麦点头应下，把信递给族长。没错，这是常宇的亲笔信，听我念啊，我念到谁的爹的名字，你们就站在一起排好队。众人应了一声，很快分成6家人。当年我们6个人帮助过云长宇先生，如今在世的也就我一个了。以前他在村子里时，与永泽的关系也很好。他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埋在这里，我想啊，他应该最主要的是想感谢永泽家人的。如今既然三里把我们几家都叫来了，那为了公平起见，云先生留下的这些东西，我决定平分，
不管什么东西都分6份，6家人分回去。至于你家里兄弟几个，回去你们自己怎么分，是你们自家的事情。行，听组长的。行，听组长的。哎，组长，那要是正好多出一点的来了，多出来的一点分不开6份的，就给3里家。这东西云先生是埋在他家地里的，今日也是他家小磊发现的。如果小磊没发现，你们能见得到这笔意外之财？周老爹全名叫做周三里。组长喊了周老爹和其他几人过去，先开一坛子，把里面东西倒出来放地上，都是些石头。这石头也是宝贝？先生说了，这些石头里可能有东西，不过能不能开出东西来，看人的运气了。来，一共是27块石头，我来分，还是你们自己挑？外表看不出什么，大小也都差不多。组长分吧，我们实在看不出来这东西有什么值钱的地方来。组长蹲下分成6份，每份4块，另外剩下3块放在一旁。下一坛子打开的是一坛子银元宝和银票，和一些各色珠子。当众人看到最稀罕的银子时，他们眼睛都亮了，恨不能都是自家的。组长显然是被吓到了，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银元宝啊！最后银元宝和银票总数加一块有5000多两呢。看来那些珠子应该价值5000两的，信上可说了是价值10000两的。这些倒是好分的，每家皆是分到不少银元宝、银票和珠子。东西到手以后，一个个美滋滋的，兄弟们蹲在那边分去了。还有一坛子，分完你们再回去，兄弟们分。我们也不识字儿啊，组长看着分吧，看看有孩子读书能用的不？等我儿子去镇上读书的时候给他看。是呢，组长，书我们也可以不要，谁家想要可以拿银子来给我们换。嘿，这个办法好，组长分吧，分好了谁想要拿银子换。三字经，那就给林才家吧。你家小子今年应该要去书堂启蒙了吧？千字文，那就给旺财家了。你家有娃要读书了。这香谱谁家想要啊？没人吭声。组长，没人要就给我们算了。左右小泉做不了什么，在家里给他看看，打发时间用吧。组长想想也对，于是便放在周全家那堆里去了。这本染料杂记，这谁懂？哎呀，算了，给周全打发时间看去吧。这本小南郎记，算了，也不适合孩子们看，给周全打发时间吧。黎麦站在身后，看组长一边念叨一边分书，眼中渐渐有丝笑意。挺好的，一些技术类的、游记类的、杂技类的书，组长认为没什么用，都给了自家，这也正是黎麦想要的。好了，都分完了，各家自己想办法往家拿东西吧。你们兄弟怎么分，你们自己商量啊。但是我有一点警告你们，得了这笔意外之财，不是因为你们有能耐赚回来的，而是受了你们爹当年做好事的恩德换回来的。如果让我知道谁家突然有钱了，兜不住的去赌博，别怪我把你们赶出村子里。老祖宗有训话，第一就是不许周氏族人沾赌。是组长。是组长，我们明天就去给二叔烧纸去，感谢二叔蒙阴。好。那不是我大姐夫吗？周磊认出赶车的徐顺来，周老爹一看就笑了，这女婿来的可真是时候啊。等徐顺拴好马车，扶着周姓几人到山坡上以后，看着地上一堆东西，嘴角抽搐起来。爹，我们听到村子里吵吵闹闹的，人们说什么发现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有的人说分到了，有的人说没分到，正打闹着呢。我们俩担心你们，就来接你们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把那些东西再装进去那坛子里，抱到你们马车上，
我们回去了再细说这事儿。哎，爹，其实还是大嫂和猪猪挖的，而不是三弟。你们知道就行。我们对外说是小磊挖出来的，不然怕给你大嫂和猪猪惹上麻烦。但小磊是咱家周家的男人，人们也不会打他什么主意。爹，既然现在我们手里有宽松钱了，要不先买个车吧，这样出去一下也方便。咱们田里的东西也能拉回来，不用您再背了。至于买牛车还是买马车，您决定就行。买个牛车吧，马车我们不出远门也用不上，先买个牛车也能犁地。行，过几日我就去买，不过我得喊上武平，他懂牛。这些银子我看就交给小泉保管吧，他整日在屋内，能看得住。我们马上要开始秋收了。赵氏点头，没有意见。黎麦心里想的则是若是怕丢的话，可以放自己空间里去啊。但这话不能明说呀，只能等银子放到自己这边以后再想怎么跟周全说吧。爹打算今年秋天盖房，还是明年春天盖？秋天先翻盖几间东厢房吧，明年春天盖剩下的，一家人也能有屋子住。这样倒是方便一些。你那边用不用钱？要不要拿一些呀？我们现在还不分家，不用钱。我想着等分家之后，自己在镇上开个铺子，杏儿在前面铺子里卖竹编，我在后面编。我们俩自己现在也在攒钱，等分完家看，不缺就不跟您借了，缺的话到时候再跟爹说。周老爹点头应下，女婿是个实诚的好孩子，他也放心。你们两个想过让楠楠学些什么吗？杏儿想让楠楠10岁后跟着镇上的绣娘学绣花，但现在只是我们想的，还有几年，再看看吧。那你们现在不妨给楠楠请个女夫子先识字，学些女孩子能学的。好，我回去也跟我爹娘提一下，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夫子。他也认同这一点，他没有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，他就觉得女孩子还是要学些东西比较好些。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楠楠奶奶就挑了这一套茶具送给你，小麦看看喜欢吗？这是青花瓷的，很大气很漂亮，谢谢大姐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另外就是给你们带了2张竹席，你们原本那炕上的竹席也用了很多年了，换一换吧。还有一些小的竹编的家里的东西，都是自家人编的。好，你婆婆有心了。这2个是给楠楠和东东的，该给孩子们请夫子的就要请。娘，这太多了，不用，我们自己也赚钱呢。是啊，娘，这个我们不能收啊，该请夫子时我们会请的。拿着吧，大姐，这是爹娘给孩子的。周兴和徐顺对视了一眼，又看了看周全，便只好收下了。小麦、小全，这些东西先放在你们这边吧。娘留在了外面30两，准备买牛车和做咱们的家用。这个小箱子里边的是那些石头，你们先放着，等以后我们认识懂石头的人，再问问看值不值钱。行，娘，你点好数就行。点什么数啊？总共就那些东西。小麦要是需要用银子，自己打开箱子拿就行。就是，别说那些见外的话。娘如今手里头那些钱，还都是小麦赚回来的呢。爹，娘，你们想多了。好吧，总之这些东西你们2口子收好。如果我们暂时用不上，爹娘以后过世后，你们兄弟3个肯定是要分家的。到那时，你们2口子做主分就行。爹，你说哪儿去了？你和娘才刚40多岁。等二老回去以后，黎麦看向一大一小2个箱子，要藏在哪里啊？就放在堂柜里，还是要挖地窖？你说呢？我倒是有个隐秘的地方，东西放在那里谁也偷不走，但是那里也只有我能去得了，家里需要银子时只能我帮着取回来。你考虑一下，放心我帮着藏吗？我这条命这个残破的身子都交给你随便折腾了。这些东西不过是身外之物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夫君要不要回想一下自己刚才说了什么？这些东西是身外之物，对你
我没什么不放心的。前一句，周全刚一张嘴，又默默闭上了，眼睛不敢看黎麦，脸却红了。黎麦肩膀抖动，闷着笑起来。周全对上黎麦带着笑的眼睛，心尖颤动着，脑子还没想好呢，手上已经一个用力，把人紧紧拥在怀里。小麦，黎麦就只觉得再和他这样对视下去，他下一刻可能会沦陷在周旋越发温柔的目光之中，然后不管不顾的把人直接推倒了。不行，他是病人呐。黎麦清醒过来，突然抬手捂住他的眼睛，眼睛上感觉到他柔软的手掌。周旋把人抱得更紧了一些，只是下一刻，黎麦放开他的眼睛，双手垂下，慢慢的推开他。你躺着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去打水，我们洗漱一下再睡。黎麦说了一声，转身拿木盆出去了。周旋怔怔看黎麦出去以后，抬手慢慢触上自己眼睛，嘴角漾开一丝笑意来。小麦并没在自己刚刚抱他时推开自己，这么说来，小麦不讨厌自己亲近他，对吧？这一刻，周全信心大增，只要小麦不讨厌自己亲近他就好了。只是刚一扭头，周全就发现有些不对劲儿。再回头，他终于发现不对劲儿了。娘送的一大一小箱子去哪儿了？他只是抱了媳妇儿一小会儿的功夫，箱子就没了。等黎麦端一盆水回来时啊，就看到周全正傻怔怔地看着刚才放箱子的位置上发呆呢。先洗吧，洗完赶紧躺会儿，今天做的时间够长了。小麦，你把箱子收起来了？你问那2个箱子啊？那不是在那儿吗？就在周全将布巾盖脸上擦脸的时候，黎麦一个意念从空间里又把2个箱子移出来。周全噌的一下回头看了过去，就发现刚才那个位置真出现2个箱子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差点啊让我就怀疑自己的眼睛了，但我很肯定刚才确实没有了。这就是我之前说的，我有个隐秘的地方可以藏这2个箱子，不过那地方比较神秘，我叫它我的空间世界，别人去不了，只有我能去。我能依照自己的心意把想要藏起来的东西用意念放进去，什么时候需要再用意念拿出来即可。黎麦说完，冲2个箱子伸出手去，一个意念，2个箱子消失在炕上。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？但是我从一睁眼起就有这么一个秘密的地方，一直跟着我。至于为什么我会有，我也不知道。他说的一睁眼，周全自然的理解为了出生以后一睁眼了。那你能去得了那个地方吗？可以去，也可以带你去。但是现在的你行动不方便，我还无法带你去。等你自己能行走时，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害怕吗？这有什么怕的？我们以前出去做活时，听一些年纪大的人给我们讲故事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。柳树能成精，鲤鱼变成人，还有踩着剑骑着扫帚到处乱飞的仙人，这些你听过吗？真的假的？你连仙人骑着扫帚飞也听过啊？那给我们讲故事的疯老头是那么说的。莫非那疯老头也是个穿越者？好吧，我还怕你接受不了我这个秘密，还捂着你的眼睛不敢让你看来着。以前也一直不敢与人说起过，只有我奶奶知道。他不好意思解释一下，对不起啊，奶奶，您暂时背一口锅吧。但是我这个秘密你得帮我保密，我怕别人把我当怪物。娘需要要银子时，你跟我说，我取出来。我知道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我对不起啊，把你吵醒了。没事儿，你想小还是大？小尿尿，还憋得厉害。以前我夜里都没有这种感觉。那你等等，我记得茅厕外边放着几个夜壶，哪个是你的？圆的那个。这一刻呀，他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可再不找个东西尿出去，他怕是要尿裤子了。拿起圆的那个往回走，可突然听到外面有低低的说话声。
他抬头看了看天空，这应该半夜3更了吧？怎么有人蹲在自家墙外说着话呢？他多了个心眼儿，熄灭手里灯，转走阴影处，轻轻回了屋内，递给周全：“你先解决，我出去看看。”怎么了？有人？不用担心，我能应付。黎麦悄悄躲到茅厕那边的阴影角落处，只见两人轻手轻脚进了院子。黎麦没动，因为他听到门外还有人在，应该不止2个人。只见2个人轻手轻脚到正屋前，悄悄地蹲在窗台下面。只见对方拿出一根香来，悄悄点燃，从门缝里塞了进去，又返回去往他们那个房间也塞进去一根。随后见那俩人就趴在窗台下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2人向大门外挥了挥手，只见又进2个人来，2人手里拿着匕首，也学刚才那俩人的样子，贴着阴暗处一路到窗边。4个人是一顿的手势比划，2个人去他们那屋门边，另2个拿着匕首慢慢的从门缝里插进去，打算一点点撬开门栓。黎麦不禁冷笑，手一摆，多出一块块头巾蒙在头上和脸上，举起手里的竹竿，慢慢朝几人身后走了过去。快跑，被发现了！啊！周春疼得嗷的一声惨叫，躺在地上抱腿打滚儿。他觉得他腿被打断了。其他几人看了一眼，想分开方向跑，但奈何对面的人手速太快了，几竹竿抽下去，4人全躺在地上哀嚎起来。大房和西房门被打开，周林和周老爹一起走出来。小麦啊，怎么回事？周老爹皱起眉，看着眼前地上蜷缩着抱腿哀嚎的4个人，问起黎麦：“爹，我起夜回来时就发现有几个人在咱们家门口鬼鬼祟祟的，还看到他们手里有刀子，怪吓人的。”周林气得冲上前，一个个看过去，知道是村里的4个人时，气的是每个人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。是你们几个不想活了是吗？爹，去找绳子来，把这几个绑了送到族长家。村里不是有几家被偷了吗？今晚我们终于逮到盗贼了。周老爹赶紧跑过去，把自家绳子找出来，父子俩一配合，将4个人绑起来。小麦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，就是被吓到了。你很胆大了，敢拿棍子打人，娘吓得现在还抖呢。好了，小麦回去睡觉吧，爹和小林把这几个送到族长家。长能耐了啊，竟然学会窝里横了，偷自家人了啊！怎么，前几天偷的还不够你们分赃的呀？族长说，这不能瞎说啊，我们可没偷别人家的，今晚去周全家是第一次。这小子还敢狡辩，你猜我信不信？叔啊，我说的是真的呀，我们今儿晚真的是第一次啊！还敢嘴呀？你们3个小兔崽子躲什么呀？你说你们一个个不学好，跟着他混啥？他有老婆有孩子了，就是现在被人打死也有后了。你们呢？娶老婆了吗？啊？给你们家留后了吗？对得起你们爹娘，把你们从吃屎娃养成这么大吗？啊？你们还了你爹娘喂你们那些粮食了吗？给他们养老了吗？说家里还不放心，我和爹先回去了，你们看着处置吧。好在我家今日没丢啥，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香，应该是迷魂香，幸好是被我大嫂发现了。行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会好好收拾他们一顿的。周春4人眼巴巴看向族长，想让族长放过他们，但族长家这回也是得利者。目前虽是没人偷自家来，谁知背后会不会有人惦记呢？所以这一次既然抓到几个人了，必须给他们长个教训，把偷了别人家的钱还回去，和明日我把你们送到镇上府衙，由镇城判刑，你们自己选一个结果。叔，前面几家真的不是我们偷的，你让我们拿银子，我们也拿不出来啊。族长叔，春哥说的都是真的，前面真不是我们偷的。今晚呀，我们也是喝的有点多，也是春哥想起来啊，前段时间嫂子在周林家受了气，打算去吓吓他们。其实这香啊就是普通香。
放屁！你觉得我信吗？刚才周林、周三李在时，你们怎么不说呀？赶紧选！族长说，周举说的都是真的，春哥就是想去吓唬吓唬他们的。我们今晚喝了酒，就是酒壮怂人胆了。真的啊，我们以后绝对不敢了。叔，我知道前面几家偷的东西是谁偷的，如果我们说出来是谁，您老能放过我们吗？我怕我爹娘知道了会被气死，您也不想他们死了。是谁？是周二毛那几个，具体有谁我不知道，只知道肯定有周二毛。好啊，石帆，喊了你二弟过来，你们俩带着他们4个去周二毛家把人带回来。这个事情弄不清楚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咱们叫府衙见，都是同族人，你们还敢下这种手？不管着你们，以后你们还敢闹出人命来？石帆应下去喊石周了。上午，村里开始传出了昨晚抓到偷银子的贼。前几日丢了银子的人家被族长请去认领自家丢的银子数量，而被抓到的竟有8个人，都是村里年轻的后生们，他们也被爹娘打了个半死。一时间，所有的周氏村民们把这几人骂的是狗血淋头，而这几人爹娘更是被人念叨着名字，戳脊梁骨。最终，那8个人被族长带去周氏祠堂，抽了石板子，罚跪3天，向老祖宗忏悔，并警告他们，如果再被人发现他们对村民有伤害、偷盗等行为，他们全家就全部被赶出村子，从族谱上除名。嫂，你说我昨晚怎么就睡得那么死呢？我应该和你一起打坏人的。别，咱们家姑娘还是文文静静的好，不然不好找婆家。大嫂，你又说。周旋笑着看黎麦一眼，他发现了黎麦这丫头很喜欢逗人，就喜欢看别人害羞尴尬的样子。他被黎麦逗过几次之后，也算掌握一点她的性格了。这样的小麦很开朗，很活泼，他很喜欢。他突然感觉脚心有些痒，想坐起身去挠。怎么了？我感觉脚心有些痒痒的，想挠。哪里痒？好像是脚心。黎麦一喜，赶紧从一边的银针包里取出银针来，去在脚上扎了一下大拇指。怎么样？会感觉疼吗？好像不疼，但能感觉到你拿东西扎我。小麦，这是不是好事啊？是的，这说明我们的治疗方向是对的。明日我们再去一趟我师傅那里，问问他用不用再换治疗的方案。好，谢谢你小麦。今晚继续泡药澡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好了，你躺着休息会儿，我要去山上一趟，帮着我师傅找找他要的那种药草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有开花的。好，让小桃和小磊陪着你去。行。大嫂，这个事儿能跟爹娘说吗？是不是还是不说的好？可是不说，又会不会太没良心了？他们一直盼着大哥能好起来的。没事儿，去跟娘说一下也好，有感觉就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可以让爹娘知道。但是让他们先别往外说啊，免得别人整日来家里把你哥当怪物关上。好，我知道，放心大哥，不是，放心大嫂。周桃一开心说错话了，吐吐舌头应了一句，跑回屋里去了。黎麦带周磊进山以后，没去上次他们去过的地方。黎麦记得那里没有，需尽量往平地或者是悬崖边的地方找去。师傅说过，那种地方有的可能性会大一些。可惜直到日落时分，他们也没寻到一株紫花地丁来，只能给兔子割了一篓子苜蓿，给鸡挖了一篓子野菜回了家。囚车里，周全和黎麦挨坐着，这种坐自家车出门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。黎麦询问他有没有什么想买的。我没什么想买的，你去给你自己买几身衣服吧。成亲时啊，也没能给你准备几身新衣服。也行，那等给你看完病，咱们去买衣服吧。至少家里每个人可以多准备几件衣服，也多买一些布。等收完秋，棉衣可以做起来了。也行。上次你也买了棉花和布是吧？买了，
但那是娘说给大家做棉鞋的。好，衣服这些啊，你安排着买。没钱是没办法，有钱了就别亏待自己。首饰那些啊，也去你认识的夫人那里，给你自己买几件。师傅，赶紧给他好好检查一下。他昨日突然说脚心痒痒，我用银针扎他脚趾，说能感觉到我扎他，但感觉不到疼。好，别急，我来看看。今天回去之后，你扎针时再加3个穴位。另外，我给配几副汤药，回去配合着吃一吃，再观察半个月看看，你用什么给他补身体、恢复体力的。这身子骨根本不像是躺了2年的人，这药也吃3、5服就差不多了。让他吃饱饭啊！以前他都不敢多吃饭，每顿只吃半碗，身体能好得了吗？牛大夫瞥他一眼，他讲的话他才不信呢。就这身体，一看就是吃过大补的东西，把身体气血补起来了。黎麦知道是灵泉水的作用，但也不能说出来。小麦，是不是和你给我们喝的那个水有关系啊？爹，不能对人说，万一别人讨要，我没有东西给别人了。那种叶子给你们用完了，得让家里人知道是那叶子泡过水的功劳，而并非水的神奇呀。我知道。爹，我们先去吃饭，还去上次那个酒楼吧，那里的饭菜不错。行。周老爹赶着牛车去了那家叫做迎来酒楼的门前。黎姑娘，没想到这么巧又碰到你了。公子也来吃饭啊？莫非黎姑娘忘记了在下的名字？在下陆记少主陆谦，上次在街上我们碰到过。哦，陆公子，抱歉，我这个人岁数不大，记性却不太好，还脸盲记不住人。抱歉，原来陆公子也是这家酒楼的常客呀。是的，这是伯父吧？我是黎姑娘的朋友，叫陆谦，不知改日可否到府上拜见一下呢？这是我夫君周全，这是我公爹，这是我小叔子。陆公子，以后还是喊我周夫人比较合适一些。你成亲了？是的呢。那就不打扰陆公子和朋友们用膳了。深深看了黎麦一眼，又看了周全一眼，才转身走向朋友们坐那桌。黎麦见他们的饭菜上了，帮着周老爹几人夹菜，一家人吃了起来。周全时不时给黎麦夹菜，轻声跟他说起镇上一些传说和趣事。黎麦静静地听着。这几日我听闻金玉阁出了好几件新样式的首饰，一下子在镇上风靡了起来。我娘和我姐、我妹妹他们还争着抢着去买，真是奇怪了。你那里没有吗？为什么人们突然争着抢着去金玉阁买啊？是啊，陆少，按说咱们这镇上你们陆记的首饰行才是龙头老大呀。陆少，明天你也出个新样子，抢他金玉阁的生意。我听说那金玉阁还是个娘们当家的呢，一个娘们不在家里好好奶孩子，出来做什么生意呀？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就是，这生意场呀，就该是男人的生意场，女人家的来凑什么热闹呀？陆少主，争倒金玉阁，他家倒了，我娘我妹妹就不用那么浪费银子了呀。金玉阁人家有好样子啊，人家生意好是应该的，大家都是开了门做生意，别说整倒别人的话，给我们陆家招黑。嘿，陆少主，你陆家不是咱们这镇上的龙头老大吗？你怕什么呀？陆谦无语看了这几人一眼，他陆家是怕吗？是因为这里坐着金玉阁请到的首饰样式师傅，明摆着人家是金玉阁的人，还不知这个黎姑娘和于夫人什么关系呢？万一他这边说的话被歪解了，传到于夫人那边去，那就不好办了。上次已经因为暗桩的事情，于夫人给陆家一个警告，若再翻他头上去，不会对陆家客气的。突然身边吃着饭的周老爹放下碗筷跑出去，黎麦一顿也放下碗筷跟了出去。你干什么？别动我的牛车！周老爹冲向门口拴马桩，只见有个人正在弯腰解牛缰绳呢。那人抬头看周老爹一眼，手一甩，从袖中甩出一把刀来，快速割断绳索，就要赶牛车跑。你干什么？偷牛车了！你站住！黎麦一出来，就见有人抢他们的车跑了，他快速冲了过去，飞起一脚把那个人直接踹翻在地，
上前就飞快踢过去几脚，狠狠踹在对方的小腿和腹部上。胆子不小啊，毛贼！大白日的敢偷姑奶奶的牛车，你说我是割了你哪件子才能让你长长记性呢？别，姑娘饶命，女侠饶命啊！饶过你？说今天是一个老人家被你抢了牛车呢，你觉得老人家能追得上你吗？到那时你会饶过他，还给他牛车吗？说完，李麦再次狠狠地往他腹部上踹了一脚。狗杂种，最恨这种猖狂到连白日间都敢做坏事的杂毛。爹，咱们车上有绳子吗？我们把他绑了送去官府，让大人收拾他。我相信最近镇上应该有人丢东西吧，这不就逮着偷人贼了吗？有，我家前几天丢了2只鸡，我家丢了一个小板凳，我家鹅也丢了1只。姑娘，我这里有绳子，我们和你一起把那个坏人送官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没事儿，有个人想偷咱家的牛车，被我逮住了。吃饱了吗？吃饱我们走吧，得把坏人送到官府去。吃饱了，走吧。父子俩抬起周全，在门口一群人突然惊呆的眼神中抬他出去，又扶上牛车。陆少，发现没？那姑娘的夫君腿好像也废了。我没想，看到了。爸，这骨头怎么办？那个没人买的，我们都是一直按1筐子几百文卖给一些酒楼和骨汤面馆去熬骨汤了。能给我称50文的吗？你会熬骨汤？会。其实这个除了熬骨汤还有很多种吃法呢。还有什么吃法呀？红烧排骨、酱炖排骨、煎小排、炸蒸排骨都可以的。红烧的排骨哪能有肉好吃啊？那当然。黎麦看到对方给他称了1小竹筐，感觉这人挺不错的。下次我做出来送给你们尝一尝。真的？那这些不收你钱，你做出来啊，明日给我们送来一点。我家离得远，你们这儿有厨房吗？有的话我给你们做一份红烧排骨，你们找厨师跟我学一学。你跟我来啊。黎麦当即应下，过去牛车旁边和周全说了一下，让周磊看护好周全和牛车，他去给他们教道菜的做法。当2位大厨看到管事的叫人拿竹筐端过来半筐排骨的时候，有些炸毛了。廖管事，这东西要做什么呀？你们2个人跟着学这道菜，这姑娘只教1次。黎麦自己把火加旺，锅里加水，挑了半锅小一些排骨放了进去，又问厨师要了1勺酒倒进去，找了1根葱洗净扔进锅里去，然后焯排骨去血沫和腥味。见他盖上锅盖又干别的去了，2位大厨瞪大了眼睛，满脸不敢置信。这就行了？那排骨不洗一下？会洗，别急，这一步叫焯水。之后黎麦又准备姜片、酱料等等。还别说，这猪场不缺猪肉吃啊，应该是常炖肉来吃，调味料很齐全。没发现白糖。有白糖吗？有是有，做这个还要用白糖，不浪费吗？去拿。另一个厨师很快去另一间屋子里抱一个罐子过来。他总觉得这一锅里把糖放进去还能吃吗？或者是要熬糖色吗？那不是一般酒楼师傅才会做的吗？这姑娘也会。东西准备就绪以后，黎麦揭开锅盖，见锅里已经爆开了，他用勺子把排骨上下翻2遍之后，慢慢用勺子撇去上方飘的浮沫。等又煮了一会儿，确定每一块都煮透了，血沫子也煮了出来，黎麦将排骨捞出来，放进一旁大盆里面，倒掉锅中的水，洗锅，然后倒油，准备炒糖色。等排骨晾了一会儿，黎麦舀清水洗2遍，揉搓的把每块排骨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放在一旁笸箩中沥水。锅里的熬糖色热度越发高了起来，慢慢出现小泡。当小泡转大泡时，放入排骨翻炒。等入锅的排骨炒上糖色以后，黎麦将葱姜蒜放进去，炒出香味来，加了水，开始放酱和刚才包好那个调料包。这个炖1个时辰，味道最是入味，最香。盐等一会儿再放，不要一开始就放进去。这就行了。
这和红烧肉的做法不一样，红烧肉可是需要多煸一会儿，把油逼出来才能更香。熟了时，肉味也不会太油腻。对，这就是红烧排骨和红烧肉的区别。排骨上肥肉少，甚至没有，所以开始时需要用油化糖来熬糖色，让煸炒过的排骨炖熟时会更香。而且要想熟了的排骨色香味俱全，在最后收汁时不要盖着锅等汁熬干，而是要揭开锅盖慢慢翻炒，让汤汁均匀地吸附在每一块排骨上。这就是那个红烧排骨，这么香啊！洗手吧，李姑娘说直接上手吃最香。众人一听，不客气了，麻溜赶快去洗手，准备开吃。李姑娘，你给家人啊也每日拿一块尝尝。李麦不禁笑了，心想这人心还不错呢。说声谢谢，拿了一个碗，放了4块，又准备了水，让老爹和周全几人洗手，一人拿一块尝一下。爹，管是让尝的，等明日我也做给咱家里人吃。周老爹默默点头，扭头看了眼那些人送车上一筐子骨头，说是给黎麦叫大厨做菜的报酬，不要钱。他就觉得那东西能好吃吗？可见黎麦笑盈盈的，他拿了一块吃吃，却实在没想到味道这么好吃啊，简直绝美呀！好吃。周全跟周磊是毫不犹豫接过就吃了，因为是黎麦做的，他们感觉定是好吃。黎麦自己那块并没有吃，递到周磊面前。大嫂不吃吗？您吃吧，我刚才吃过了。那给大哥吃吧，他是病人。给你吃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明日大嫂还要做，这一筐子都给你们炖了吃。谢谢大哥大嫂。等他们再次洗完手之后，才端着水盆和碗回去。这个东西这么做竟然真的好吃。是啊，东家，李姑娘说吃法很多，这只是其中一种。她还说这东西不只可以熬骨汤和红烧排骨，还可以做成糖醋排骨。这个给你，看你刚才没吃，哎呀，再不吃就让这帮人抢完了。这都是吃过饭的人，太能下货了。谢谢秦叔。廖管事再次感谢黎麦，并告诉黎麦下次买肉还到这边来，给他们比外面更便宜一些。黎麦笑着应下，说定会再来。爹，我们能在日落前回到家吧？能，放心吧。小麦啊，你是怎么想起来给他们做这个排骨的呀？因为我吃过这个东西，确实很好吃，可他们却那么浪费这种东西，我就想试试。成不成的，试过才能知道。古代人不吃排骨和动物内脏，只吃肉，这一点黎麦是知道的。娘，接下来我们要忙收秋，这些东西暂时就再没时间准备了，所以我给每个人准备了2身衣服。好，辛苦小麦了。你用的是娘给你拿过去的钱吧？别用你那点钱啊，你的你留着。是娘，花的大箱子里的钱。娘，这是给猪猪的吗？是的，这个红色的小裙子给猪猪跟着娘出门时和过年时穿。另外一身粉色的小裙子，可以在家里和奶奶姑姑给你做的裙子换着穿。好，谢谢娘。小桃和猪猪可以试试，不合适了，咱们能提早拿过去，让他们帮着修改一下。谢谢大嫂，不合适，我自己也可以修改的。不过这个料子穿着一定很好看。娘，那我先回屋，你和爹一会儿先用水把那些肉和骨头泡上，明日上午我来做。行了，小麦，我的腿上好像能感觉到一点疼痛感了。什么时候感觉到的？就你给我量袍子长短的时候。黎麦拿出银针，隔着衣服扎周全大腿上的肉。周全微微的嘶了一声，果然感觉到一点稍微的疼痛。很好，感觉回来了，就说明你的神经系统正在恢复中。今晚继续泡药浴，继续在水里按摩腿。好，小麦，你每日给我喝的那个水，是不是普通的水？黎麦点头，手腕一翻，半碗水出现在手上。既然你猜到了，以后我也不用背着你拿出来了。这是今晚的半碗水，先喝了吧，估计快吃晚饭了。他伸手接过，喝了。喝完将碗还给黎麦，黎麦一个意念就收了。其实
现在仔细的感觉，这水啊，比家里以前喝的水要甘甜很多。这个是灵泉水，我一天最多只能拿出来3碗，超过量我就会身体不适，或者头疼，或者会昏厥，但是3碗以内是可以的。你以后要记得，拿出来多少，别超过了，让你自己不舒服。那你给我洗澡的水里，是不是也加了灵泉水啊？你很聪明，这都能猜到。昨日你喝了1碗，给爹娘他们几个人喝了1碗，你洗澡用了1碗。那你呢？你没给自己喝点吗？我现在身体健康，没必要喝了浪费，先帮着你们调理一下身体。周旋心中感动，牵上黎麦的手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我们是夫妻，谢谢这种见外的话就别说了，免得被人看了笑话。只要你能好起来，就是咱们全家人最高兴的事儿。好，该怎么配合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会全力配合你。乖，既然腿上有了感觉，站起来也很快。也许轮椅我们用不上了，给你准备拐棍就好。那要不要让小林告诉他师傅别做了？没事儿，坐吧。你即便能站起来，暂时也不能长时间行走，站一站就要坐着，慢慢锻炼的。轮椅还是能用得上的，而且你放心，那东西我们能用上。将来等爹娘老了走不动时，我们也能推着他们出去外面看看风景，不用整日窝在屋子里。好，你说有用，那就做吧。周大郎，我的手能给你能量，让你填饱肚子啊？不是，小麦，我不是想占你便宜，就是忘记放开了，对不起啊，我……你先躺着休息一会儿，把桌子搬过来中间放好，我去盛饭。今天我们也在屋内一起吃。好，感谢大嫂为我添置新衣。不用客气，我给咱家人都添置了，每个人2套。好，辛苦大嫂了。娘，要吃饭了吗？吃，娘晚上做的包子。你们俩在那边吃还是这边吃？那边吧，省得他还得折腾。今天他说感觉到腿上掐时会有点疼，我想着是昨晚泡那个药浴有作用，今晚我们还给他泡。我今天带回来的药，明日上午再煎就可以了。行，那我帮你们去拿包子，你去拿小盆舀粥，还熬了红豆粥呢。小麦，今天下午你旺财婶子来串门子跟我说，那个周春的媳妇儿潘氏回来了，似乎还带着她妹妹回来了。听说周春被关在祠堂里罚跪，那潘氏还替他去求族长，被族长骂了回来，说他要是再去求情，就把他也罚去陪周春一起跪祠堂。结果那潘氏一听，扭头就跑，生怕跑得慢了，被罚去陪周春跪祠堂啊。娘，潘氏把他妹妹带回来，不会是听说我们家得了祖上的荫佑，发了一笔财的事情，还想着我们家小林这门亲是吧？不会吧，那日我都把他骂成那样了，他还敢有这想法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娘，这可是说不准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得防着一点好。怎么防？我觉得在如今这种他与我们交恶的情况下，潘氏如果还存着把他妹妹嫁给小林的心思，那么他可能用到的招数不外乎3种。哪3种啊？第一种，给他妹妹制造和小林的偶遇，让小林和他妹妹认识，再把这件事儿弄得村里人都知道，这样他们在外面传什么流言，我们都有口难辩。即便小林说与他妹妹毫无关系，也说不清楚了，还会坏了小林的名声。第二种，就是收买与小林熟悉的村里人，也许是小林很信任的人，约小林去喝酒，结果是为他妹妹和小林牵红线。第3种嘛，就很直接了，找个机会给小林下药，和他妹妹生米煮成熟饭。到那时，我们不娶也得娶了。哎呀，小麦，那怎么办？这3种有一个很有效的破解办法，让小林从明日开始住在他师傅那边，减少出进村子的次数，不给他们对小林下手的机会。
当然，这只是暂时的办法。我们也要尽快帮小林找寻一门合适的亲事，把亲事定下。等明年我们盖了新房，就可以给小林娶媳妇儿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晚上就跟小林说。都听到了吗？听到的话，也省得娘再说一遍了。听到了，谢谢大嫂。那这几日家里就多拜托你了。等轮椅做好，我直接带着轮椅回来。家里你放心吧，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，别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占了便宜，毁了自己的后半生。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姑娘，也可以跟我和娘说，如果人好，我们也可以尽早帮你去求亲，定下来。好，碰到喜欢的姑娘，我会跟大嫂说的。黎麦看了眼周林那不输周全的容貌，无奈的失笑摇头。哎呀，家里孩子们太好看了，也是个负担呐。猪猪能跟爹娘住吗？可以啊，如果猪猪想和爹娘一起住，今晚娘就把你接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猪猪，是奶奶那屋太挤了吗？爷爷奶奶晚上睡觉都打呼噜，猪猪有时候半夜醒来睡不着。娘，别跟爷爷和奶奶说，可以吗？不然他们会不喜欢猪猪的。好，娘就说娘想和你多相处，把你接回来一起住。谢谢娘。不用谢，既然你叫了我娘，那以后我们就是最亲的母女。你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跟娘说，娘也会尽全力的去培养你。对，你娘说的对，以后呀，你就多跟爹娘相处。但这2年啊，奶奶和姑姑对你的好也要记得，以后呀，也要对他们好，别让他们觉得你忘记了他们这2年对你的爱护之恩。猪猪知道，爹爹放心。哇，真漂亮！我们家猪猪呀，是最可爱的。猪猪开心了，主动在黎麦脸上亲了一口，说声谢谢娘，蹦蹦跳跳的出去院子里玩去了。猪猪，别出大门外！黎麦喊了一声，去给周全拔针去了。拔完了针，他让周全躺下休息一会儿，就出去看猪猪去了。却见猪猪悄悄藏在大门里边往外看。猪猪，怎么了？娘，我看到刚才有人在咱们家大门口探头探脑，我就过来看看人哪去了。黎麦出去走一圈看了一下，却没发现人。你看到的是男人还是女人？有几个？一个长得好看的小姐姐，像姑姑那么大。算了，不管了。要是找咱们家的会进来的。娘去做饭，你在院子玩吧，别出去啊。我去看看兔兔。猪猪很喜欢小兔子，过去看兔子去了。黎麦去做午饭，昨晚买回的排骨还在水里泡着，他烧上火，开始洗掉焯排骨。等炖上排骨以后，上面又蒸了一大盘的米饭，然后再去处理昨天买回的肉，10斤的肉啊。五花肉那部分他切完放在一个小盆里，准备明天做红烧肉。其他的肉呢，他切些肉馅儿，准备晚上包饺子吃。剩余的切大块放在一个盆里，准备下午炼油，放着慢慢吃。这个时代没有冰箱，肉的储存方式便只能是高温炼油，和油混在一起，放在阴凉的地方，能慢慢的吃很长时间。准备好了这些，他出去院子里面，不见了猪猪。猪猪，黎麦喊了一声，没有回应。他赶紧跑回屋内，猪猪也不在。不在院子里吗？不在，你别急，我出去找找。猪猪，猪猪，猪猪！黎麦赶紧往大门外各个路口跑了过去，想看看哪里有人影，问一问。偏偏现在正是做饭的时候，外面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不对，不能急。黎麦重新跑回大门口，寻找猪猪的脚印，发现没有，没有孩子脚印，只有大人的脚印。没办法，黎麦只好飞身上了周围大树，向周围看过去。随后他看到有一道身影，似乎背着一个麻袋往北边山上去了。不管是不是，先追上再说。
林麦跳下地上，就往那个方向追了过去。好在速度够快，追到山上时啊，就看到一道身影往树林那边去了。他快速从另一个方向悄悄追过去，藏在树上之后，看看那个人麻袋里是否装的孩子。如果不是，他就不惊动对方，悄悄离开了。终于，那个人在一个空地上停下来，向四周看了看，将麻袋放下，解开麻袋，把里面东西倒出来。林麦沉下脸，真是猪猪啊！找死！看样子，猪猪像是昏过去似的。该死的狗东西！最好将狗东西弄残了。要不是怕杀人给家里人带麻烦，他真想直接杀了这个人。可现在还不能弄死，得弄清楚他是谁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趁这个人昏厥，林麦把人装进麻袋里扎紧了，才松了口气。猪猪，娘，好了，猪猪，没事了，娘已经把坏人抓住了，就装在了这个麻袋里。娘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猪猪怎么走出大门外了？娘不是不让你出去吗？我听到有猫猫的叫声，谁知道出去后就被人用一块帕子捂住了嘴，我闻到一股香味，后来就不知道了。猪猪，以后绝对不可以一个人离开娘身边太远，也不能一个人出大门外。猪猪记下了。半路，他碰到追来的周老爹和周磊。小麦啊，猪猪没事吧？周老爹脸都白了，刚回家就见周全爬在门口，吓死他们了。一问才知道是猪猪不见了，林麦追出去了。父子俩赶紧往外跑，出门正好碰见林才媳妇儿，说是听到猪猪喊林麦来着，好像是往后山跑过去了，他们这才追了过来。没事，我追得及时。爹，那个偷走猪猪的人被我打晕，装在这个麻袋里了，先回院子里，你再打开看看是谁吧，我也不认识。周老爹接过了麻袋，继续拖着，一家人回了院子里。没事，猪猪刚被对方从麻袋里放出来，我认出是猪猪，就把对方打晕了。没事就好。爹爹，猪猪没事。周老爹和周磊这时已把麻袋里人放出来，可是那个人可能是因为颠簸竟醒了。你是谁？我谁也不是，你们抓打错人了。你偷我的女儿，想要扔到树林里喂狼，是谁指使你的？说！我都说，是潘氏找的我，他让我给你们家一个教训。我观察了一上午，看到有个小孩走出来，就想着把你家的孩子扔到山里面喂狼也是个教训。哪个潘氏？是周纯媳妇儿潘氏。那你又是谁？我是他表弟，昨儿送他们姐妹俩回来的，本来今天要回去的，他就让我给你们家一个教训。爹，绑了再送去族长那边吧。这事儿应该是潘氏替周春报仇的，这事儿我们家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不行就报官府吧。好。周老爹应下去找绳子了，而黎麦却直接走到这个男人的手腕处，突然间狠狠一个发力，踩在男人的右手腕上。族长直接安排家里马车带着人把这案子告到镇上府衙里面去。这件事情牵扯外村人，他管不了了。最终这件事情直到第二天的下午方才彻底结束。周春再次被潘氏连累，夫妻二人带着小姨子和表弟都被下大狱了，表弟判了5年，其他人判了1年。潘氏姐妹妄图谋害本村人，这个想法就不对，所以判1年。而周春是被媳妇儿连累了，他本在祠堂里跪3天可能就没事儿了，结果他们却要报复周全家，害人家小孙女儿，3天的罚跪变成1年蹲大牢了。至于那个表弟嘛，罪最大，本来潘氏让他去报复一下，他倒好了，直接偷人孩子扔到山上去喂狼，简直丧心病狂啊。等案子结了，众人回了村子里。当夜族长召集族老开会，决定把周春一家子赶出村子，除去祖籍。周春和潘氏如今在牢里面，
可怜周春老娘和他2个孩子，第2天就被赶出村子，也没了身份。眨眼间7月7到了。很好啦，进步很大。你2年没走过，能站起来已经很不错了。今天可是全靠2只脚站立的。我会努力锻炼的。站起来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我的脚在用力撑着身体的。小麦，挺好的。今天开始，你喝的灵泉水早晚加成各1碗，泡澡时不再放了。好，听你的安排。周旋休息一会儿，继续扶着黎麦和墙练习自己站起身来。小麦，我觉得腿上好像比刚才有劲很多了，要不放开你的手试试。周全另一只手扶着墙站直了，他感觉自己又进步了。他一手扶着墙，转头冲黎麦笑了笑，却不想腿上突然没了力气，整个人一下子朝旁边倒了过去。小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是不是压疼你了？你没事吧？腿上有没有觉得疼或者别的感觉？我没事，和之前一样。你的腰是不是摔疼了？还好，没事儿。你现在腿上的力气还不够，暂时还不能练习走。你不能去，这都下了好几日的雨了，万一你刚去了田地里，山里的洪水下来怎么办呢？而这时，旺财、林财叔几人过来找周老爹，问这雨总是不停，该怎么办呢？周老爹摇头，他也不知道，如今自家庄稼1半都没收回来呢。要不，我们去找族长商量一下。周老爹点头，几人去找族长商量去了，结果路上又被大雨赶了回来。周老爹还被淋湿了，只能先换身衣服，站在房檐下望着雨幕叹息着。7月15这日，雨水更是大起来，有几户人家的房子已经被雨水冲塌了。幸好的是人跑得快，人没受伤，但这些人家的哭声还是惊动了左邻右舍。有人冒着大雨去告诉族长了，族长只能冒着大雨带上2个儿子去帮这几家人找了村子里还有多余房子的人家，先安顿住下来。这大过节的，因为这大雨，人们也没心思过什么节，都愁容满面的。这中元节按说是要杀羊祭祖添坟的，但因为雨太大，今年谁家也没能去祖坟上祭祖添坟。村里男人们都坐不住了，聚到族长家商量怎么办呢？族长，这雨要是还下着，我怕我们这村子也要遭殃啊。我记得小时候听我爷爷说过，几十年前曾经有过一次1个月的连阴雨，结果那一次山里就发了洪水，淹了半个村子呀。你家怕什么呀？有祖宗保佑着呢。房子冲塌了，你们也有银子去镇上买房住啊。就是，周三里，我看你就是组织我们村被水淹是吧？放屁！老子都说了，是我爷爷以前说的曾经发生在我们村子里的事儿。我说出来是给你们提个醒，大水来了，又不是只淹我们一家。行了，别吵闹，三里说的有道理，大家夜里还是小心一些。这雨就是天灾，要不是谁能左右的，知道大家都不好过，自家小心一些是对的。我们谁也没办法让雨停，只能提早做好打算，也是好的。从今日开始，只要雨一停，男人们就来找我，我们赶紧去山上找能搭帐篷的地方，人先往高处搬。另外，谁家空屋子多，能把柴多储存一些就多储存一些，不然柴都淋湿了，我们生不起火来，只能等着饿死的份儿。首先把每个人的衣服都打包好，被褥起床后也尽量叠整齐，用绳子捆绑好，这是我们受灾后的必需品，不然晚上会容易着凉生病，一旦生病那就是要命的事儿。另外就是粮食，最好是找几个小袋子，能防水的更好，里边装一些米和面、盐、调味料这些。每天吃完饭后，碗筷最好收拾在一个篮子里，方便我们来得及带走。从7月15开始，
雨越下越大，就没个停歇的时候，有时还雷鸣闪电呢。16开始，族长组织人们去山上安排搭建大伙避难的帐篷时，往西山沟里大伙田地中看了一下，已经是一片汪洋了。众人脸色惨白，他们的粮食已经没了。最终，乡亲们冒着大雨，3天内铲出一片平整的空地，搭起几个大帐篷来。虽还是会漏雨，但总比到时候直接在雨地里被浇着强一些吧。就在这天半夜里，突然乡亲们听到西边传过来轰隆隆的一阵响声。这几日人们本就有些提心吊胆的，听到这声响都陆续起来，想知道怎么回事，发生了什么。周老爹也被惊醒了，他噌的一下坐起身来，赶紧推赵氏。不好了，赶紧叫小桃，我去喊小磊和小麦他们。我觉得可能西面的大山崩了，我们赶紧得上后山啊。本来这天气啊就让他们害怕，睡觉时都穿着衣服睡觉的，只是把腰带取了。这会儿一个个起来，赶紧系好腰带，快速收拾东西。看来西山崩了，要来洪水，我们得往后山上逃。我先去收拾咱们家的东西，一会儿让爹和小磊抬着你就好。好，我配合你。黎麦跳下地，穿好了鞋子，一个挥手，地上所有东西被黎麦收进空间里，再一挥手，躺柜也被他收进去了。环视屋内一圈，还有被褥、炕桌、周全的书全给收了，只剩周全那张椅子和他们父女2个了。父女2人惊呆地看了眼瞬间空的屋内，再看看黎麦已经奔向外面了。爹，我们家东西呢？现在可能洪水要来了，我们要逃命，带不了太多东西。你娘把东西啊藏到一个淋不到雨的地方了，但是猪猪，这个事情要保密，不能对外人说，因为让别人知道了会来抢我们的东西，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娘这么厉害，不然别人啊会来跟猪猪抢娘亲的，记住了吗？猪猪不告诉别人。正好赵氏也赶过来喊他们，结果看到屋内空空如也的，愣了一下。娘，我爹呢？我们先离开家里吧。小麦说呀，可能会来洪水。好，赵氏本来是过来喊他们的，见他们起来了，又跑回去打包东西去了。只不过他心里奇怪，儿子那屋东西呢？他出去时啊，就见黎麦从粮房里跑出来，又奔向厨房里去。时间紧迫，侄儿媳有成算了，赵氏不管他，赶紧回屋收拾东西去，准备带出来。爹，你和小磊过去接周全，东西我来带。周老爹应了一下，也知道人重要，赶紧带上蓑衣，和周磊过去接周全去了。黎麦一个意念，把他们屋内东西全都扫到空间里去，包括那个柜子。有空再给你们解释，我们先逃命。那我们什么都不用拿？猪，怕不怕？不怕，有爹娘和爷奶姑姑三叔在。乖。此时村中大路因为连雨的关系，水已经没过脚面了，路上也有村民跑着，但因为黑，谁也看不清楚谁，只能各自顾各自的。一家人往山上跑的时候还没别人，而他家也是离后山最近的。等几人到了山上搭好的帐篷里时，发现里面已经有几人了。他们去了一个没人的帐篷里面，放下周全，把马蹄灯放周全跟前一个，周老爹提走一个。黎麦趁着没人，赶忙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些在这里熬夜必备的东西来。我有一个百宝袋，可以把东西变小了收进去，但是怕被人知道了来偷，就没告诉任何人。娘，小桃、小磊，你们要帮我保密，不能让人知道。娘，这个事我知道，但因为需要保密，我们就谁也没说。几个人怔愣一下，赶忙点头。原来小全都知道啊，那就好了。小桃、小磊、猪猪，你们3个躺在上面，互相靠着休息一下。我和你哥爹娘先坐着看情况。3个小孩应了一声，挨着躺在木板上睡觉了。小麦，那我们家里的东西你都收起来了，不会被淋雨了？鸡和兔子也收起来了？娘放心，等水退了回去我就拿出来。
都在。好，你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你放心，娘会帮你保密，守好这个宝物的。好，爹那边还需要您找空，趁着没人时帮我解释一下，叫爹别担心这些，只要我们家人都没事，我们就什么都丢不了。赵氏点头嗯了一声，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小泉要不也去躺会儿？不用，娘，这几日啊，我躺的时候多。跑得累死了。三哥，刚才那一声是不是真的山崩了呀？应该是了，这么多年，雨下的再大，我们都没听过这么大的声音啊。看到周全他们在角落处坐好了，他们也进了周老爹所在的帐篷里面。然后是有才和望春两家也来了，他们自然也过来这边。为什么大家都是逃难？你们家怎么还有木板和褥子呢？三嫂，你家还带了木板和褥子？是啊，我和小麦、小桃，我们几个抬了几块木板子，不然这地上湿的也没法子坐。孩子小，不能一直站着呀。我们只来得及拎了几个小凳子，又来几家邻居，都进他们那个帐篷里面去。只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帐篷又挤进10来家人，顿时帐篷满了。后到的人家去另外几个帐篷里面，找相熟的人家坐着或者站着。族长一家到了之后，去了最后一个帐篷里面，迅速的那边也逐渐满了。牛家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你自己看看你家兄弟两家来没？确定人数。有才家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林才家也出来了，我们在一起。族长应一声知道了，又问问三里一家。周老爹应了一声。三图一家出来了吗？周三图是周小虎的爹，没人应答。周二愣一家呢？依旧是没人应答。石周、石帆，记好有几家没出来。下面村子里此刻还能听见有人在喊着，想来还有往山上走的。族长吩咐2个儿子记好了，还有谁家没上来。2个儿子应了一声，一个帐篷一个帐篷查看过去，确定一下人数。爹，还有6、7家没来。等着吧。族长话音刚落，就听下面村子西边突然传过来哗哗的水声。这不是一般的水流声，而像是堤坝断裂，水冲出来那种震耳欲聋的哗哗的水声。完了，洪水来了！快啊，还有人没出来，咱们赶紧去救人啊！有人喊了一声，就往山下冲了过去。10几个男人们也赶紧的往山下冲。怎么说都是一个村长大的人，谁也不想有伤亡。一番折腾，10几个人回来之后，也只带10几个人回来。这几个只是已经在跑的路上，他们帮一把接过东西，众人跑得快了一些，没被很快冲下的洪水冲跑了。族长赶紧吩咐2个儿子清点人数，全村一共是48户人家，出来44户，还有4户人家没上来。那几个固执的东西，终究害了一家老小啊。等天亮了看吧，也许能爬到房顶上躲过一劫。好了，都进去帐篷里，把湿衣服换下，别再生病了。等天亮了再说吧。族长说了一声，回了帐篷里去。而后面众人陆续回帐篷里去了。赵氏、黎麦被周老爹和周全挡在里边，已躺在猪猪身旁木板上休息了。你也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，爹看着吧，在这里熬到天亮应该没问题。我现在不困，再坐会儿。爹换完湿衣服就休息一会儿吧。天亮了，外面雨势也渐渐小了。有几人下去看了眼村子里，回来就说洪水淹到房子半墙上了，水里还飘着猪和鸡的尸体。有几家养鸡和养猪的人家女人们听到这话，默默低头抹眼泪。周全练了一个时辰，此刻躺在木板上睡觉去了。周磊和周桃、猪猪也醒了，默默坐在一旁吃鸡蛋。李麦在吃半个糖饼，默默地看向外面，
看样子雨快停了，天气眼见比前几日亮堂了一些。我也想吃煮鸡蛋。豆豆乖，娘只捞了菜饼，我们吃这个好吗？不嘛，豆豆想吃煮鸡蛋。是周叔哥家的孩子。嫂子，要不我给送过去一颗？李麦扫视下这个帐篷里其他人家一眼，就见几乎每家都有10岁以下的孩子，而说出想吃煮鸡蛋的，并直勾勾看他们家这边的，只有那个孩子。你等着他娘主动找来吧，到时候你可以跟他说，拿1颗鸡蛋换一个他家的菜饼子。周桃低低应了一声：“是呀，这都是左邻右舍认得的人家，主动给的话，给一家不给另一家不太好，而且给了他们，自家可能会挨饿的。”哎呀，豆豆，就吃菜饼子好吗？我不嘛，我就想吃煮鸡蛋。娘，我要吃煮鸡蛋。周旋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坐起身来，见黎麦坐自己身边，他看了眼那边哭的孩子一眼，低声问黎麦怎么回事儿。黎麦凑近他，跟他说了一下。周旋懂了，按你大嫂说的做。赵氏怀里抱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女孩，此时正给那个孩子喂水呢。他没管豆豆哭，只紧抿着唇，皱着眉头，心里认为周旋家真是不会来事儿，听见孩子哭成这副样子了，也不送个鸡蛋过来，莫非他们家鸡蛋是金蛋不成吗？豆豆，怎么了？爹，我想吃煮鸡蛋，不想吃菜饼。娘做的菜饼不好吃。等我们回家之后，让娘给你煮好吗？不嘛，爹，我就要现在吃。我家的鸡蛋是我奶奶煮给我和爹娘爷奶吃的。你想要吃我家的鸡蛋，就拿你家的饼子换。刚才娘说给姑姑的话，他都听到了。豆豆一听，拿自家一个饼子就往猪猪那边凑了过去。娘，可以吗？既然猪猪这样说了，就可以吧。只是猪猪自己要少吃1颗鸡蛋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娘。猪猪咬唇应下，去自家篮子里拿出1颗煮鸡蛋来，和豆豆交换了菜饼子。豆豆开心了，拿着鸡蛋就回去了，交给周树给自己剥皮。来，羊给掰开，咱们都尝尝吧。黎麦见那个菜饼子有些发黑，感觉不好吃，还是分开每个人吃点吧。猪猪，煮鸡蛋好吃还是菜饼子好吃啊？姑姑，煮鸡蛋好吃，这个菜饼子不好吃。只一瞬间，帐篷里人们低笑了一下，看向赵氏。赵氏也听到了猪猪的话，一瞬间脸臊通红，抬起头来狠狠瞪这边猪猪一眼，恰好对上黎麦冷淡看他的表情。张张嘴，赵氏没讲出一句话，又默默低下头看了眼怀中小女孩，再没抬起头来。小了很多，估计到中午就能停了，只是咱们的房子都被淹了。几人的脸上都出现难过的表情，默默地看向周老爹，都低低叹了一声。房子没了，以后住哪儿啊？别担心，等雨停了，这些洪水就会慢慢的退完的，到时候我们回去慢慢清理，只是估计要在这山上多住几日了。几人默默点头。爷爷，这里蚊子多，昨晚猪猪被蚊子叮了2个包。乖猪猪，等不下雨的时候，我们去找艾草，晒干点，烧一点，就会把蚊子赶跑了啊！猪猪乖巧的点头应下。咱家要不要去镇上找个住的地方先住着？等找空呀，我问问你，但估计是不行。他们离不开村子里，总觉得出去啊，就是丢了祖宗。好吧，他也觉得是这样。雨停了，人们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笑容来，赶紧往外面走了过去。周桃牵着猪猪也开心地跟在赵氏身边往外跑，想去看看村子里究竟怎么样了。你也出去看看吧。我不急，外面那么多人，出去也看不到什么。等一会儿人不多时，我扶着你出去看看。你从回来后就一直再没来过这山上吧？没有，我能走出去吗？试试呗，走不动再坐下休息不迟啊。好。出去看到村子里一片汪洋的村民们还是哭了，这是他们生活了几10年的家呀。
如今一晚上过去，就成这副样子了。树林间还有各家晚上牵上来的牛和驴，也有族长家的马，但车没带出来。早已有很多人向下方跑了过去，看能不能进村儿。渐渐的，外面的人少了很多。走吧，我扶你，看看你能走出去几步。有人进来，看到周全试图走着出来，站在一旁看着。正好周磊进来了，你去帮你哥把椅子拿出来，他走不动时就坐一会儿。周磊赶紧去拿。全哥，你真的站起来了，但走的还不利索，还得多锻炼。能站起来真是太好了，全哥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没有你带着，我们几个都找不到好活干了。你们这2年没出去做工？出去是出去了，但是没有跟到好的工头，没怎么赚到钱。跟着周春那次倒是赚了一点，还被那王八蛋黑了2两银子。都成亲了吗？我们俩定下了，周黄和周涛成亲了。这是我媳妇儿，黎麦。嫂子好，我叫周仲。嫂子好，我叫周章。嫂子好，我叫周黄。嫂子好，我叫周涛。他们几个呀，是以前和我一起出去做过工的。哦，不许翻我家东西！突然的，帐篷那边传过来猪猪的一声尖叫。你们几个陪着他一会儿，我去看看。说完，黎麦快速转身往帐篷那边跑了。你是不是想偷我的鸡蛋？我还想吃煮鸡蛋。不行，剩下的是猪猪的。我拿菜饼跟你换。才不换，你家的菜饼不好吃。大嫂，咱家猪猪还挺厉害的，是吧？黎麦点头嗯了一声。我拿2个菜饼换你1颗煮鸡蛋。不换，一个都不好吃，2个更不好吃。好几人进帐篷里看热闹，听到猪猪这话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还别说，刚才难过的心情被俩孩子一逗，也稍微散去一点忧愁了。豆豆，你做什么？都是一个村的，你们2个大人欺负我儿子一个小孩子。这位嫂子，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话了？是你儿子仗着年岁大欺负我女儿还差不多，趁着我们不注意来偷我们家煮鸡蛋。胡说，我儿子才不会偷东西。你污蔑一个孩子，你无耻！你干什么？说不过人就要动手打人吗？打你？我怕脏了我的手。黎麦越过他，转了个方向走过去，把猪猪也抱了过来。猪猪不怕，剩下那2颗鸡蛋都是你的，咱们谁也不给。说完，娘俩蹲过去篮子那边，黎麦从里面拿出2个鸡蛋来。至于剩下鸡蛋，全部用意念收进空间里了。如果这个豆豆娘赵氏态度好一些，即便菜饼子很难吃，她也是可以和对方换的，就当是满足孩子嘴馋呗。可关键在于，这女人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对自己有种很大的敌意，这点黎麦很确定，所以她怎么可能惯她毛病呢？鸡蛋就是不给他们家。猪猪拿2颗鸡蛋就跑了出去，看都没看豆豆一眼。黎麦站起身，冲赵氏耸耸肩，往外去了。独独留下豆豆娘俩在原地惊呆了。周桃不出去了，干脆躺自家木板上休息，顺便看护自家东西。猪猪出去以后，把手里鸡蛋交给一个老婆婆领的小姑娘手里面。2个小姑娘相视一笑，蹲在地上努力剥鸡蛋壳。刚才这个小姑娘手里拿着几颗枣，她很喜欢猪猪小裙子，喜欢和猪猪玩，还给猪猪2颗，所以猪猪记得小姑娘的好，也给她1颗煮鸡蛋。黎麦走了过来，刚巧看到这一幕。老人家，这是您孙女？是啊，你是小泉媳妇儿吧？你可能不认识我，在辈分上，你应该喊我一声二奶奶。二奶奶。是个好孩子，小泉果然是个有福气的。你不知道，以前小泉帮我担过好多次水呢，没想到，如今好了，如今好了。他以前在村子里是不是很得大家的喜欢？是啊，在他们这一代年轻人里，小泉是最仁义、最善良的那一个。
以前有好几个年轻人都被他带动的，经常帮助村子里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家。可是自从小泉受伤后，再没有人愿意去帮助村民们了。他们都说好人没好报啊。但是你看看，小泉还是好起来了，好人还是有好报的，你说是吧，小泉媳妇？对的，二奶奶，好人还是有好报的。大家今天也看到了，大部分人家的房子都已经塌了，院子里也都是这小腿的淤泥，不止院子里，村里的路上也是。大家商量一下，我们重新选地方盖村子住，还是就住在这里？住在这里，我们也得想想，以后还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三里啊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小泉，你觉得呢？其实，如果我们村子出去东边那一片荒地，我觉得就不错，正好呀，还靠着我们北山的东山坡上，这边位置高，南边低是河，那位置其实也挺适合村民们居住的。只是要想用那一片盖村子，一是得得到衙门的批准，另一个我们也得平地方打好地基，想来工程的难度也和清理目前我们村子里这些淤泥和石头差不多。几位叔叔看呢？搬到那边可以是可以，只是那边的风水到底不如如今我们这个村子的位置啊。我们这位置三面环山，正是聚宝盆的聚财位置。是啊，这是老祖宗选出来的。如果是聚宝盆的好风水的话，为什么几百年了，我们村子里还是这么穷，更没出过几个举人，更别说出一个京官了。明日大家伙跟我去看看那片地方，小泉也去吧。大家伙抬着你，你现在是走不了太长的路，是吧？周旋点点头，嗯了一声。行，那大家伙休息吧。明天去看看，那里行的话，我亲自去镇上找镇城问问。我们村子遭了这样一难，官府也不能不管吧。昨天一天把带的熟食都吃完了，今天开始便只能生火做饭了。赵氏和周桃在外面找了一个空地，用石头垒起一个简单的灶，把他们带的小锅架上，准备做面疙瘩汤。李麦悄悄从空间拿出一根葱，掰了一截，用水洗净，在疙瘩汤煮好之后，用剪刀剪成了葱花碎放进去，再把之前炝好的葱花油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小罐子来，过去舀进去一些，放了盐，一锅面疙瘩便做好了。一家人围着锅灶默默吃着。周仲和周章两个人手里拿着馒头细细凑了过来。陈哥，你家这疙瘩汤怎么这么香啊？带面了吗？带了自己过来做，还有点火。带是带了，但是我不会做，嫂子能帮做一下吗？他吃过自己娘做的，也不如周全家这个做的好吃。李麦喝完碗中最后一点汤，点头道：可以。啊，树林里的草看上去好多呀，我们给芦花挖一些吧。好。猪猪顿时住了口，他想起来爹爹教过他出来不能乱说话的，趁周围没人割了些草和苜蓿。黎曼一个意念送到空间里给兔子和芦花吃了，又去割些高点的草也送到空间喂牛吃。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地耳菜。这不就是雷公屎吗？这能吃？娘，你们叫这屎？是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奶奶说，这是天上下雨时跟着雨水一起掉下来的，是雷公的屎。不是的，娘，这东西叫地耳菜，可以吃，是一种藻类植物，是只有下过雨后，原本就潮湿的地方会长出来的一种东西。我奶奶教我的。那你奶奶比我奶奶见识多。
娘，捡吧，我们捡上一篮子，回去后泡2个时辰的水，洗干净后煮一煮就可以吃了。这能怎么吃啊，大嫂？凉拌，做汤也能放，还可以炒菜。做面疙瘩汤也可以放，还可以剁碎了和鸡蛋一起包着吃。吃不完的可以晒干了，以后慢慢吃。那咱们就捡一些吧，不然真不知道该吃什么了。这往后的日子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。就在几人忙着捡地耳菜的时候，身后传过来几声咕咕的叫声。李麦下意识回头，就发现2只野鸡在林中奔跑着。只不过在离几人不远处的时候啊，却好像突然间被绊倒似的，就摔在几人的正前方不远处。又来了。赵氏张着嘴忘了合上。上次黎麦和猪猪的事情，他听周桃周老爹说过了，但没亲眼。娘，快来，野鸡又不跑了！黎麦不禁扶额，只能赶紧站起身跑了过去，把鸡给提回来。他用意念从空间扔出2根绳子来，赵氏和周桃2个过来帮着把野鸡2只脚捆住。几人是面面相觑的，最后噗的一声笑出来。捆好野鸡，一家人继续蹲下啃地耳菜，打算捡满一篮子。黎麦说过几天就没了，最多明日还能再捡一回。赵氏点点头，看看这林间似乎还有不少呢。小麦，这些能叫大家伙儿都来捡吗？各家捡一些，也不用只吃馒头了。可以啊，这树林这么大，这东西很多的。大家伙儿捡了，得让他们洗干净，水里泡几个时辰才能吃，最好是煮一下再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去喊人。别人他不想管了，但是林才家和旺财家和他关系最好了，他自然想帮他们一把的。为了少些麻烦，黎麦用意念收到空间里一只鸡，打算今晚炖一只，给一家人补补。过了一会儿，黎麦他们的篮子满了，正好赵氏带旺财婶他们也来了，一共来了6位妇女，基本都是跟赵氏交好的。别人家赵氏也喊了，但没人感觉能吃，就没跟着过来。陶小磊，你们看着这里，大嫂离开一会儿。娘，你去哪里？猪猪也跟。大嫂去那个地方看看我们家的牛和兔子那些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们哪儿也不能去，就在这里等着。大嫂回来和娘做饭。3个人懂了，都乖乖点头。他一个意念进空间了。他去整理一下家里东西，拿了一个大盆儿，把放进去的所有的地耳菜都泡进去，再过去把那只野鸡找个空篓子放进去，又给扔进去一些野菜叶子，上面盖住，拿东西压住了。牛车黎麦也是一起收进来的，此时也在溪水边的空地上停着，牛还依旧在牛车上拴着。再过去喂了一下兔子、鸡和牛，只不过当到芦花的篓子里时啊，黎麦吃惊了一下，发现有不少鸡蛋在。他们是前天晚上被抓进空间的吧？产量这么高了，莫非是在空间里的原因吗？因为收了灵气。一边思索着，黎麦一边将鸡蛋捡起来。嚯，有8颗鸡蛋！黎麦一个意念出了空间。这是怎么了？快帮着去找一下大夫。这是我们在村外的一片树林里发现的孩子，应该是被洪水冲出去的。这是周二毛的弟弟3毛。周老爹在后面跟上了，周全在后面被周章、周涛抬着。放下来我看看。得找大夫。我懂一些医术，快点放下。先让我媳妇儿看看吧，救孩子要紧。我的腿，她一直在帮我扎针。背孩子那个男人听周全这样一说，也相信了，赶紧放下孩子。黎麦蹲下身子，试下鼻息，先摸上孩子脉搏，还有脉搏在，但气息很微弱。这是在外昏迷1天1夜了吗？你快去跟小桃要一碗水去。说完，开始给3毛做急救了。大伙默默地围在周围一圈，看着黎麦使劲的在孩子肚子上按着。这样按不坏吗？不知道，看吧，别说话。本来也是以为死了的人。3毛，是3毛吗？突然从山上跑下一个人来，还一边跑一边哭喊着。众人看了过去，是周2毛。靠后，现在有人在救这孩子。哎，他不是大夫，他怎么会救我弟弟呢？他是周全的媳妇儿，他不会救我弟弟的。周2毛胡言乱语着，
想冲上前去把黎麦推开，不让他碰弟弟。滚开！如果你们听村民的劝，这孩子也不用受这个罪。黎麦被吵得烦了，扭头冷脸骂了一句，回头继续急救。周二毛，退后。我媳妇儿会医术，我的腿，她一直在帮我扎针，先救人要紧。那她救好你了？你不是还是个摊子吗？周二毛昨日被救出来之后，也没见过周全，只是一直在哭着，哭爹娘，哭弟弟，爷爷没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族长这时候追了上来，刚好听见周二毛的话，气得骂了一句：“活了，活了！”黎麦看孩子喷出一股子之后，似乎还是昏迷的，又帮着压了几下，又排出一些污水之后，黎麦停下手去把脉。三毛也慢慢的睁开了眼睛，疲惫的环视周围一眼。当看到二哥的时候，呜的一声哭出来：“二哥，好可怕！”嫂子，水来了。黎麦接过，让周二毛把三毛扶起来，先从袖中拿出一块手绢来，倒了一点水，给他擦下脸，又帮他清理一下口鼻。三毛脸顿时干净了一些，把剩下的水慢慢的给他喂一点。喝过水之后，慢慢的他脸色不再那么惨白了，恢复一点红润。黎麦再次把脉了一次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把水都给他喂了吧。今天他最多只能喝点粥，别的吃不了。小泉，你觉得该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申请官府帮助，如果能申请到军营所用的那种帐篷，是最好的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只能自己砍树木，搭木房子，但那也要用钱。我们也得买木板，包在里边和外边，起码得防风雨，至少要住3-5个月的。是这么个理儿，所以现在大家伙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。还有个办法，就是万一府衙批准我们新村子的位置，那我们就要尽快动手盖村子。至于秋收的事儿，我们都撇开吧，地里基本也没什么了，大家伙的地都在西山沟里，这样一来什么都没了。至于以后大家伙吃的东西，我们再一起想办法，总不能让族人饿死了。至于住的地方，咱们村子2里地附近一共有5个村子，村民们都看看这5个村子里你们有没有亲戚，有的人家就先去跟亲戚家借一间屋子住2个月，先度过这个难关。至于男人们，每天要回来村子里，我们全村人合力盖新村子。可是村长，这盖新村子的钱从哪出啊？先看看官府给拨多少的难银，缺下的就村民们出吧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前段时间我们得的祖宗财，老天爷安排在这个时候现世，原来是有这么个意图的。就我们这些得了银子的人家出一些吧。天意呀，你们想想，我算计你，你算计我，可是谁又能逃过老天爷的算计呢？我们家听族长说的，您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做。等真正需要出钱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不会吝啬。我们出自同根，遇到困难当然要互相帮助。我们也没问题，我们兄弟俩虽然是分了一份，但是多少我们都是可以出的。既然是同根，自然要同甘苦啊。由他们俩带头，其他家也表示会出钱。二叔回来了。小林，做好了。是的，大嫂，这段时间我和师傅一直在赶工，终于做好了。我们也是昨天下午听说了咱们村子遭水淹了，师傅连夜赶工做好，让我今日回家里来看看。你也看到了吧，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全村人都没了家。你哥在里边，我们先进去吧。这些是师傅给带的一些吃食，嫂子们做的饼子和煮的鸡蛋。
谢谢你师傅了。南山村那边没事吧？那边没事，本来就是在半山腰上的村子，就是连下着10几天雨，村民们的房子有点漏水。昨日我们已经帮着师傅把漏雨的地方都补好了。爹娘，我大哥站起来了，能走了啊！是啊，能站起来了，但不能多走路，走几步就得歇会儿，多走几步还会累。你大嫂说还得多休息，不会这么快就恢复到像正常人一样。他2年没走路，肯定是需要慢慢锻炼的。能站起来，能走几步，只能说明他的骨头和经脉都没问题。你这个轮椅坐好的正是时候，他可以自己推着轮椅练走路，累了时就可以坐在上面休息，试试吧。周全走了过去，慢慢坐上去，低头打量着轮椅。李麦示意周林推他，周林熟练地推大哥往帐篷外走了过去。哎，这个东西好啊，小林呐，这是你给你大哥做的？主要是我师傅做的，我给师傅打下手。组长说这叫轮椅。哎呀，你师傅这手艺果然厉害呀，怪不得人称南山老怪呢。这样子有轱辘的椅子，他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椅子啊，是轮椅。可是周全不是能走了吗？还需要这样的椅子？需要的。小泉这才是刚站起来，躺了2年多，这身体都需要恢复的。他现在只能走5、6步，走得多了就会累，需要停下来休息。爹，我能推你吗？这里地不平，你推不动。等以后我们有了平整的院子，爹再让你推。好呀，好呀。小林，你明日就要回去吗？你师傅有没有说那个轮椅最终花了多少钱啊？师傅说给我们按照之前说好的，不涨价了。但是他给外人做的话是要翻几番的，这几个铁齿轮，师傅花了一些钱。好，明日早晨我给你钱。大嫂，我先不过去了。师傅说让我在家里帮助家里修房子，等房子修好再过去。这样吧，那你后日过去一趟，一个呀去送轮椅的钱，另一个也让你师傅帮你修整一套工具，木工用的锯子、凿子这些工具。过几日啊，帮着村民们一起修建房子。那行，不过这些工具我去我师兄那边准备就行，我也会，只是锯条和凿刃得自己买。那明日你跟我们一起去镇上，我们去府衙，你去买那些东西。全，今晚我们俩在牛车上过夜吧。好。别多想，就是在这里看着我们的牛，怕牛丢了。我知道啊。黎麦笑了笑，又扶他回帐篷里面，跟赵氏和周老爹说了一声：“我和小林去吧，你们俩在这里吧。”不用，爹，我和小麦去吧。周老爹还想说些什么，被自家媳妇在屁股上掐了一把，顿时懂了。好吧，那你们晚上小心一些。等俩人出去之后，帐篷里传过来低低的笑声。闭眼。这是？就是那个只有我能找到的秘密之地。别问我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从我出生后就能来得了这里了。那这水就是你说的那个灵泉？泉眼就在前方，带你去看看。这像是别人特意砌成的溪道似的。应该是，而且能来这里的人似乎都是有缘人。我来这里之前，这里应该也是有人来过的。不过自从我来了后，再没见到过有人进来过。周旋哦了一声，蹲下来，用手捧着喝几口灵泉水，就是个甘甜的味道。转身往回走，周旋跟着黎麦慢慢的走着。小麦，我觉得我好像没那么虚弱了，我能继续走。黎麦稍微一想就懂了，看来是空间的灵气给他力量了。黎麦跟上周旋的步伐，心里已经有数了。等黎麦回到放自家那些东西地方之后，搬了浴桶过来放在溪边，然后去拿了桶，从溪里舀水往里灌。好了，进去泡澡吧，我就不给你加药草了，免得你再失控。你先洗吧，我给你放哨。没事儿，这里不会有人出现，你洗吧，我去另一边用盆洗洗就行。这个
是帮你恢复身体的。林麦说完转身就走了，去拿了个盆和布巾，往远处走了。周全坐直身子，呼出一口气，眼睛看了四周一眼，竟发现能听到哗啦的水声，紧接着又听到黎麦一声低低的喟叹。唉，洗一洗真舒服，怎么能想办法让家里人也洗一洗呢？可是帐篷里那么多人，一天又只能拿出去3碗水。还有，明日吃的水怕是也不够了，要不就把3碗水先都给放进罐子里。周全怔怔地听着，怎么回事啊？黎麦不在自己身边呢，那为何能听到黎麦的声音呢？不知道周全洗完没？现在回去会不会看到一个光屁股的男人呢？算了，再等等吧，万一被我看到，他又要害羞了。周全脸上一红，这丫头，唉，就没见过这么容易害羞的男人。如果帮着家里稳定下来，我舍不得离开他了怎么办？这样的男人还是很少碰到的。可是看着他那张和老师很像的脸，我又有些下不了口。莫非一直和他这样做一对好兄弟般友情的夫妻吗？